第19次，又失败了。新生者每次都会遭受死亡和意志的摧残，但新生者也在努力抗争。这是愚者先生看重的人性，是成功的关键。多罗姆神过于强大，哪怕只是新生者梦中残存的部分污染，我们也必须遵从愚者先生的意志，反复与之对抗，才有成功的机会。时间不多了，替换牌已就位，继续下一次尝试吧。好的，魔术师小姐。新的梦境要开始了，第20次了，希望新生者能走得更远一点。生日。刚才那个小女孩呢？这是哪里？噩梦，拒绝逃离，像是在暗示什么。第20次又失败了，意外状况实在太多了。这次的笔记有问题，新生者因他的诅咒而自杀。没关系，还有希望。第21次尝试，重新开始。生日，快过来吧，生日礼物准备好了。哥哥喊我啦，小羊乖乖睡觉，等会儿再来陪你。刚才那个小女孩呢？一只小羊玩偶。好陌生的地方，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红色的月亮，头好痛。路被树干挡住了，不过看起来可以翻过去。一个奇怪的花架，周围有3块圆形区域。
羊皮纸上记载的是一些奇怪的预言和隐晦的启示。头好痛，怎么都想不起来了。这里又是哪儿？这么多疑问，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只有羊皮纸上的启示。这里难道真是一场梦？我必须揭开真相，逃离噩梦。羊皮纸上说，这里是开满鲜花的祭坛。按照启示，要寻找3个预言之物，遗物藏匿，羔羊归家之音。啊，小羊玩偶。3个圆形区域对应3个预言之物，放上去试试。哥哥，快看，树林里有一头小鹿。哇，它也在看我们。哥哥，这里太美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啊，今天好开心，好久没出来玩了。那你乖乖站在这里，哥哥给你准备了惊喜，母亲也会祝福你，给你最好的礼物。果然有用。这些残留的画面，是小女孩和她的哥哥。得去找第2个物品了。遗物收存，新生之种葬于石像之旁。怎么多了把斧头？也许能用上它。葬于石像之旁，难道在石像旁边？过去看看。新生之种，这倒像是颗种子，放到祭坛上试试。嗯，祭坛里好像长出了什么东西，好奇怪。哥哥，我一动也不能动吗？假如我往左跳一小步呢？乖，再等会儿，生日惊喜马上就要准备好了。哥哥，我怎么动了？还差最后一个物品，遗物隐蔽，绯红月辉照耀其上。绯红月辉，难道是这张红月纸牌？用它试试。哥哥告诉过你了，别动，仪式就要开始了。什么仪式？我们不是来过生日的吗？生日？没错，今天就是我们的新生之日。他们不是幻影吗？怎么会这样？万物的母亲赐予我们新生。哥哥，我听不懂，我害怕。On Hell's Kutone, the Gumbo Desert Elgin. Lieben Personal. The Magani der Novet of the Gurk Nestur. The Jeloni Fansig Valley.
Person Fortuna。谁在那儿？你们可以称呼我愚者。谢谢您，愚者先生。您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吗？你闯入了一场向邪神献祭和祈祷的邪恶仪式，仪式引来邪神注视，周围的一切都被污染了。是我激活了邪恶仪式？我以为找齐3件物品就能逃出去。不要自责，激活仪式是逃离这里的必要环节，这次你做得很好。接下来的环节是对抗邪神的污染。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拿上这个。这是什么？好像有一股力量。一个尝试，试试吧，掌握非凡力量的感觉。这就是非凡力量。不错，看来你已经适应和掌控了这股力量。你们破坏了仪式，伟大母亲不会原谅你们的。破坏仪式的人，破坏仪式的人。尝试使用非凡能力，战胜这只污秽的怪物。你做得很好，像个真正的非凡者了。再次感谢您的帮助，可他们怎么都消失了？他们还在现实世界中活着，这里是你循环无尽的噩梦。他信仰的伟大母亲是名为堕落母神的邪神，红月是他的象征。他试图用无限的死亡摧残和污染你的意志，迫使你承认是他的子嗣。邪神的子嗣？不，我不是，我怎么会是邪神的子嗣？没错，你不是。记住你现在的想法，永远不要动摇。我们正在帮助你抵抗污染，终结噩梦，在现实中醒来。刚才我的同伴替换了那张危险的红月牌，去拿来吧。
这是塔罗牌的第一张，愚者牌，象征新的开始和无限可能。愚者牌，您的称呼就来源于这张塔罗牌吗？没错，我的同伴也都以塔罗牌为代号。我们的组织叫塔罗会。这张愚者牌是我给你的馈赠，我将用它进行一次尝试，为你嫁接未来命运中的能力，一份足以对抗噩梦污染的力量。但你也将直面噩梦中污染的象征，直到彻底战胜它。好像有更多力量涌入了身体。这是源自你未来命运中的力量。这些声音像是从湖心传来的。看来替换塔罗牌引起了堕落母神的注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别害怕，靠近它，直面它，战胜它。这是你自己的梦境，只有你才有希望掌控这里。这一次你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准备好了吗？记住，你不是邪神子嗣，不要忘记，不要屈服。我是堕落的肉身。这又是什么？噩梦中污染的象征。无论如何，我必须战胜它，不能向邪神屈服。
这是污染，我拒绝。Wait for heat。Deknos, můžem svůj kumen plosat, ty deknoviat. Deknovic! Very fucking. Deknovic!这一次，终于成功了。快2年了，终于成功了。愚者先生允诺的奇迹，终于实现了。没错，末日终于有了新的希望。污染初步封印，但他的意志曾被反复摧残。就这样在现实世界唤醒他。需要先进行一些心理治疗，稳定他的精神。大家辛苦了，接下来交给我吧。终于要收工了，还差最后一步。正义小姐，我现在就把她送去停根。没问题，心理治疗还需要些时间，唤醒他之前，我会通知大家的。既然是你，快醒来吧。下午好。我叫奥黛丽，你可以称呼我的代号正义。您好，正义小姐，您是愚者先生的同伴吗？没错，你陷入噩梦，被反复折磨，差点被邪神彻底污染。在愚者先生的指引下，我们经过2年的尝试，暂时帮你封印污染。你来到现实，我对你进行了1周的心理治疗后，才在刚刚唤醒你。感谢大家的帮助。可邪神为什么污染我？你们为什么帮我？你对世界的未来非常重要，但这涉及神明的博弈，我也无法窥见全貌。好吧，除了那场噩梦，我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是谁？为什么在这里？我明白，这些问题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重要，但你身上蕴藏巨大的谜团和危险。现在我也不能完全解答你的疑惑，但以后我会尽力帮助你揭开自身的谜团。咖啡好了，正义小姐，新客人。
2位的咖啡，请慢慢享用。我能看出你内心的疑惑和不安，但先喝杯咖啡，放松一下吧。好浓郁的香气，有一股特别的风味。我知道你想问什么。这里是北大陆鲁恩王国的廷根市，伟大的愚者先生给我一份也曾在这里生活。糟糕的天气总是没完没了。还有几批货，完不完都别停工。希望这场雨没有给您带来不便。当然，我淋不到一滴雨。您刚才说，愚者先生也曾生活在廷根市。愚者先生是位仁慈的神明，廷根是他的起点。他也曾是一位普通人，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他希望下雨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有地方避雨。遇到危险时，你可以这样向他祈祷，请求庇佑。Unheils Kutoni, Ligambo Danzig Elgin. Digganic, Dignovatov, Digruk, Nestal. Digroni Fensik Varian, Kuhoso Fortuna. 梦里帮我的，竟是一位神明。赞美愚者先生。人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但城市看起来还算平静。不，危机正在酝酿，廷根正面临毁灭的危险。但别担心，我们有可靠的非凡者组织，正在守护廷根。星星先生会指引你加入其中一个组织，方便保护你。我明白了，星星先生，我该去哪里找他呢？我已经将接下来要做的事在潜意识中告诉你了，你只需要停下来仔细想一想，就能想起我的指引。听起来好神奇，这也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没错，但只是2个小提示。雨停了，准备好就出门试试吧。
将踏上和愚者先生相同的起点，开启自己的旅程。在附近寻找旅行尖碑，那是魔术师小姐的杰作。旅行尖碑在中央广场附近，广场上有个巨大雕塑。启动旅行尖碑后，你在世界各地旅行就方便多了。果然能想起来，先找到中央广场，再寻找旅行尖碑。请问，你需要钱吗？是你在说话？一只说话的狗？没错，这正是非凡世界的非凡之处。我叫苏西，是正义小姐的助手。她想赞助你一笔零花钱，又怕你不好意思收，所以她派我来交给你。毕竟，我只是一条狗。好吧，我好像确实没什么钱。不过，别担心，没人会发现你在和我说话。这是观众途径的非凡能力，心理学隐身。还有这种能力，怪不得好像没人注意到我们。收下吧，只有2万苏勒，钱在我的包里，自己取吧。沉甸甸的，感觉是很大一笔零花钱。感谢正义小姐的馈赠，也谢谢你，苏西。不客气，祝你心情愉快，一切顺利。巨大的书籍雕塑，这里就是中央广场。停更是老实人报最新的新闻。走开！竞选传单够我们全家擦屁股了。也许能通过报纸了解停更，买一份看看。你好，小朋友，买一份今天的报纸。小朋友，这个称呼是对我的贬低。我已经卖报1年了，对停更大事小事都很熟悉。好吧，那小绅士，买一份今天的报纸。感谢您的惠顾，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好离奇的案件，停更果然笼罩在危机中。罗塞尔又是谁？100多年前，工业革命，黑夜女神。看来这个世界的神灵不止一位。交通和餐饮补贴才3苏勒，那正义女士给的2万零花钱。这是今天的报纸，时间是1354年6月28日。关于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先去找旅行尖碑吧，应该就在这附近。哦，这就是旅行尖碑。怎么开启呢？像咸鱼一样愣着，尖碑是不会自动开启的。哦，您好，请问您是？我叫福尔斯，你也可以称呼我的代号“魔术师”。正义小姐说你可能需要帮助，
代价是一杯咖啡。来，跟我一起祈求，这样才能获得许可。Rizatku, Rizanda Starinoda, Lipomonapo, Droni Fansigvari, the Poon, Kuriva Divora, Sipribodeva, Tiflehersambodiram, Sipribodeva, Zampi Bodego. 好了，正义小姐该请我喝咖啡了。世界上还有许多肩杯，你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开启。成功了，谢谢。请问，人已经走了。好吧，这么快就走远了。接下来，正义女士的指引会是什么呢？很好，看来你已经成功开启旅行肩杯。接下来去佐特兰街36号找星星先生，在那里你应该称呼他为伦纳德先生，他会指引你加入黑荆棘安保公司的。黑荆棘安保公司。先找找路吧。抱歉，撞到你了吗？差一点，但幸好没事。那就好，我骑得还不熟练。还想找他问下路呢，是他，梦里那个小女孩的哥哥。怎么回事？好像身体里的力量忽然消失，但又回来了。意外的收获，一起献给母亲吧。迷途的羔羊，回归母亲的怀抱。又是那位被称为母亲的邪神，这些人究竟是他的儿女？灭火，灭火。灭火，灭火。
Di giovanapo Augustin, di lut dongen, lusai consema favor, consema favor, di alic falogen, hiba bruno lunar, lie famiglie da vosi bo di vorod. 让你自己去黑荆棘找我，还是有点太冒险了。谢谢，您就是星星先生。我刚才好像又做噩梦了。是噩梦，但这只是邪神的污染在停根造成的危险之一。那位邪神不仅污染你，还正试图污染整个停根。你身上本就有他的污染。 很容易被卷入相关事件，污染整座城市，这么严重，我们该怎么办？我和同事们已经着手调查处置了，但线索还很少。哦，对了，有位朋友最近从未来的命运中窥见你的特殊，他有一枚特殊的金币，是2年前愚者先生交给他的。现在他委托我遵循命运的指引。 把金币转交给你。金币可以帮你压制污染，同时提升你的灵性感知。在愚者先生的启示中，他将……我明白了，谢谢您的朋友，也赞美愚者先生。哦，对了，灵性感知提升后，你就可以尝试开启灵视了。 灵视会让你看到一些隐藏的，甚至有些奇怪的东西。灵视可以看见隐藏的东西，我试试看。果然有东西，这些都是什么？没有太大危险了，不用特别在意。 上车吧。去黑荆棘吗？对，那是我曾经工作的地方。到了。 黑荆棘安保公司。安保公司，您曾是安保？曾经是，现在也还是。纳德，你怎么回廷根了？这位是回廷根查案子，和迎接这位新员工。啊，欢迎，我是黑荆棘安保公司前台罗珊。您好，罗珊小姐。可是为什么是安保公司？怎么回事？看新人的反应，像被你骗来的。新人还需要入职培训，合同和徽章准备好了吗？提前准备了，我去拿。你身上有被封印的邪神污染，廷根最近也危机重重。愚者先生指引我们，让你先加入黑荆棘安保公司。你先在廷根适应一段时间，便于我们保护你的安全。我明白。可正义女士说，您会指引我加入非凡者组织。如果我们保护的是整个廷根市的安全呢？如果我们背后的力量是黑夜女神教会呢？
我好像明白了，黑荆棘安保公司是一个伪装。聪明。实际上这里是黑夜女神教会廷根市职业者小队。顺便给你准备了入职大礼包，待会儿打开看看吧。不急，我为你简化了入职流程，先签合同吧。一份入职合同，这是警察徽章。黑荆棘的真正职责是处理廷根市的非凡事件。非凡力量要对普通人保密，警察身份更方便查案。这不是伪装，我们是官方组织，也是真正的警察。怎么样？没问题，就在合同上签字吧。我想好了，我愿意加入黑荆棘安保公司。啊？有效期14年，为什么要签这么久的合同？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的一员了。廷根对你来说还太陌生，黑荆棘是你暂时的避风港，但加入黑荆棘，意味着你也要和我们一起承担职责。大家帮了我很多，我也要尽力承担自己的责任。接下来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我要先去准备一段时间。你先休息会儿，随便看看，也可以再去廷根逛逛。一张5年前的陈旧报销单，我也可以申请报销吗？罗珊小姐，这个铃铛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你在地下室，可以拉动绳索，摇晃铃铛来联系我。一个有明显使用痕迹的烟斗，摆在这里应该有纪念意义。那是我们前任队长的烟斗，他已经牺牲快5年了。一张大合照，这是罗珊小姐，那是伦纳德先生。照片右上角被烧毁，那位先生的上半身也被烧掉了。残缺的照片，却挂在显眼的位置，一定非常珍贵。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以后再慢慢了解吧。哎，差点忘了，罗珊小姐给我准备的入职大礼包。好多东西，这是一套新衣服，还有一把钥匙。这是脚踏车钥匙。罗塞尔大帝说过，要与时代潮流一同前进。这2年脚踏车流行起来后，新员工都可以领一辆，方便执行任务。我明白了，是邮差骑的那种脚踏车吗？不太一样。我们特地为你订购了一辆最新款，就停在公司门口。罗纳德还得准备一会儿，先换上新衣服去廷根逛逛，试试自己的新车吧。好的，谢谢你，罗珊小姐。难道就是这辆？这也算是最新款？怎么感觉还不如邮差骑的那辆新呢？
算了，就骑上它逛逛停根吧，总比步行方便多了。又回到了这里，中央广场。就逛到这里吧，再看看入职大礼包里的其他东西有什么用。还有好多东西，一本新员工手册，好奇怪的名字。手册上介绍了很多新员工可以做的事，要不先试试。卖报，停根是老实人报。卖报，卖报，停根是老实人报。好巧啊，卖报小绅士，我们又见面了。女士，这是您自己的脚踏车吗？算是。我的公司会给每位员工都发一辆脚踏车。怎么有这么好的工作？哎，对了，你要买报纸吗？停根是老实人报，我好像已经买过了。啊，我记得。其他报纸呢？塔索克报、故事评论。除了报纸，还有罗塞尔大帝的海报、明信片和邮票。你还卖这些东西啊？小绅士，我可以先看看吗？没问题。那可以允许我看看您的脚踏车吗？看看脚踏车？当然可以，很公平的交换。怪不得人们称他为大帝，可都是100多年前的事了。罗塞尔发明实用蒸汽机，推动工业革命的浪潮。最近的报纸上都这么说，我已经能背下来了。一些不相干的领域，怎么到处都是罗塞尔大帝？好漂亮的脚踏车，真是伟大的发明。对了，您看完了吗？有要买的吗？看完了，学到很多知识。买一张邮票吧。这张邮票有纪念意义，7便士。谢谢您再次惠顾。我得去大剧院了，罗塞尔戏剧节正在售票，一定很热闹。大剧院，罗塞尔戏剧节，怎么又是罗塞尔？是啊，最近人人都在谈论罗塞尔，我的东西也很好卖。我也想去大剧院看看，你方便带我一起去吗？当然可以，但有点远，而且我一般都步行过去。没关系，我有脚踏车。我骑车带你，你替我指路。真的？看在脚踏车的份上，为您效劳。卖报，卖报！塔索克报，停根晨报。卖报，卖报！停根是老实人报。对了，小绅士，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汤姆。该怎么称呼您呢？我叫在黑金杰安堡公司工作。海报、邮票、明信片，赞美罗塞尔大帝。哎，有罗塞尔戏剧节门票吗？我加钱。抱歉，女士，我没有，票太难买了。你怎么对脚踏车这么感兴趣？我想攒钱买一辆，送给哥哥做礼物。
哥哥叫杰克，在工厂去炼钢厂上班。有脚踏车，他就不用每天步行那么远了。我明白了，你要靠自己卖报攒钱吗？我自己攒钱，给哥哥一个惊喜。您可以按下铃铛吗？我想听听车铃声。好啊，没问题。原来坐脚踏车兜风是这种感觉。哎，到了，里面就是廷根大剧院，我们走吧。这里是伦纳德先生救我的地方。好热闹啊！这里怎么忽然有这么多人？因为罗塞尔戏剧节开始宣传和售票了，好多人。我去买东西了，女士。好的，我先随便逛逛，待会儿见。罗塞尔大帝的传记，好厚啊！翻翻目录吧。简直难以相信，这是一个人真实的一生吗？还有什么领域是罗塞尔没有涉足过的吗？等等，抱歉，女士，您现在还不能坐上去。啊，我没打算坐上去。马桶怎么会放在这里？哦，它非常独特。是罗塞尔大帝发明的黄金抽水马桶。贝克兰德博物馆里那件和您眼前这件是孪生兄弟。好吧，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想试试了。只要一苏勒，您就能无限次体验，想做就做。哦，呵呵，赞美您的慷慨，也赞美罗塞尔大帝的伟大发明。啊，3只洁白柔软的精灵，向天空伸长脖子，唱出优雅的歌谣。白色羽毛在翡翠般的水面漂浮荡漾，橙红的脚掌悄然划破粼粼的波光。听起来好熟悉啊，但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很对劲，这是罗塞尔大帝最著名的诗歌。街边弹奏这首不同的歌曲，是为了赞美不同的大地。它不像我胡言乱语，歌词写得不错，吟唱也很动人。凯撒大帝的未来。买票吗，女士？我这儿有，不用排队。贵宾区15磅，前区10磅，中区5磅，后区2磅。抱歉，我随便看看，不买票。那您卖票吗？卖给我，高价回收。贵宾区10磅，前区7磅，
中区3磅，后区1磅。抱歉，我也不卖票。这里不适合休息，还是换个地方吧。我买到票了，我买到前去的票了！赞美女神，罗塞尔大帝，我来了！你的票位置很好，现在是我们的了。你们要干什么？票是我买到的。我们本来可以直接抢，但却愿意付你一便士。可是，我的票转卖的话，至少价值7个金镑。很赚，对不对？我们也想赚，所以才要买你的票。我不想卖，我真的想看罗塞尔大帝的戏剧。在猎龙帮面前，就别说什么想还是不想的事了。不要，求求你们，不要抢我的票！你是谁？来插手猎龙帮的事？我得保护猎龙票，它是我活下去的勇气。你记住，你惹到猎龙帮了。感谢您维护治安，可以耽误您点时间吗？打扰，我叫丹尼，廷根技术学校机械系大2学生。您刚才的善举，守护了一位罗塞尔大帝的崇拜者。赞美罗塞尔大帝，他简直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巨人。我怀疑他来自异世界，就像通俗小说里写的那样。您好，抱歉打断一下，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啊，我在戏剧节做兼职，想邀请你在罗塞尔大帝画像上签名。太巧了，飞艇来了，快看天上！戏剧节开幕当天，巨幅画像会被悬挂在飞艇上。当大帝的画像在空中展开，廷根将迎来最狂热的时刻。这就是飞艇，真是个神奇的时代。听起来真让人惊叹，我也签个名吧。谢谢您，麻烦跟我来。签好了，赞美罗塞尔大帝。太好了，这真是一种荣幸。谢谢，您的名字也将和大帝的画像一同升上天空。这个送您，一枚小铜镜，戏剧节赞助商赠送的。谢谢，只是签个名，竟然还有小礼物。逛了有一会儿了，不知道汤姆怎么样了。怎么样？您都逛完了吗？逛的差不多了，你呢？东西卖的怎么样？很好，除了老实人报，其他都快卖完了。那太好了，也许你很快就能买脚踏车了。还差很多呢，脚踏车得5金镑左右，听起来不算多。
但我和哥哥还要租房吃饭，每周能攒下的钱非常少。我明白，总有一天会攒够的。接下来你要去哪里？去工厂去卖报，工人也需要了解新闻，跟上时代。没错，那和之前一样，我骑车带你去。汤姆，你的哥哥杰克在炼钢厂上班。没错，哥哥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炼钢工人。他炼的钢制造了飞艇、游轮、蒸汽列车，还有贝克兰德大桥，横跨塔索克河的钢铁桥。哥哥在炼钢厂还受过伤，不过已经没事了。我之前攒的钱也都拿出来给哥哥看病了。我得重新开始攒钱，也许要几个月，最多半年。到工厂去了。这里有炼钢厂、纺织厂、制铅厂。突然失去工作，很多人会吃不上饭，租不起床位。如果您愿意补偿3天工钱，我们会感激您的慷慨。什么补偿？没听过。许愿应该去教堂，而不是工厂。赶紧散了，你们那点工钱可付不起医药费。你滚！别给猎龙帮添堵。哥哥，哥哥也在这里。一群废物，猎龙帮全是没用的废物。这位女士是我的顾客和新朋友。感谢您的帮助，女士。您没有受伤吧？没事，我的工作就是安保。刚才是怎么回事？最近炼钢厂设备升级，我和10几个工友都被解雇了。很多人生活很艰难，我想试试能不能争取一点补偿。哥哥不能在这里工作了吗？你可是最厉害的炼钢工人。没关系，这个时代有很多机会，我很快就能再找到工作。哥哥，我也攒到一些钱了，我可以交房租，可以买食物。汤姆真厉害，等哥哥攒够钱，就带你去贝克兰德看大桥。杰克，那边有人招工，你不去吗？我当然要去。汤姆，我们去看看。5月庄园高薪短工，想报名的过来排队登记。管家先生，管家先生，我报名，我很能干活。别急，慢慢来，人越多越好，没有名额限制。那边有招工单，先看看要做什么，工资多少。这么多，每周4金镑，是炼钢厂工人薪资的3倍。2周8金镑，还包吃住，
这些钱够去趟贝克兰德了，也够买辆脚踏车了。但看起来很辛苦，哥哥要报名吗？我刚失业，总不能闲着，不如去五岳庄园打份短工。听说五岳庄园的子爵夫人很慷慨，不会拖欠薪资的。好，那我陪哥哥去排队报名。怎么样？看了这么久，有兴趣吗？我，抱歉，我已经有正式工作了。走吧，我带你们去五岳庄园。这么快，报完名就出发了？别担心，2周后我就回来了，带着8个金棒。哥哥再见，你也别担心，我会好好卖报的。再见，杰克，祝你一切顺利。于是，我打算去铁十字街卖报，您还去吗？抱歉，汤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点事得回去了。没关系，我每天都沿固定路线卖报，我们还会遇到的。那当然，再见，汤姆，也祝你一切顺利。你好，罗珊小姐。啊，哎，你回来啦？罗珊小姐，你也有这个小铜镜，我也有一个。是啊，说明我们都在罗塞尔的画像上签了名。对了，我还买了张罗塞尔邮票，送给你吧。谢谢你。出去逛了这么长时间，感觉怎么样？有一些惊讶。原来这个世界不仅有众神和非凡，还有生活在罗塞尔推动的工业革命浪潮中的人们。但廷根被100多年前的时代浪潮笼罩，不太对劲。是很奇怪，难道背后有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一切？聪明，有做职业者的特质。我们的同事正在调查。刚好，应该是伦纳德找你，快去地下室看看吧。总之，下楼梯后沿主路走，迷路了就回到主路。这里有好多通道和房间，伦纳德先生会在哪里？先沿主廊道往里走，也许能遇到他。伦纳德先生，伦纳德先生。门后有什么东西？感觉要冲出来了。魔法材料、保密文献、异端陷阱，还有封印物。封印物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入职培训的内容。算了，顺便介绍一下吧。简单来说，封印物就是有不同非凡能力，
并附带负面效果的物品。它们被划分为不同的危险等级，需要被严格看管或封印起来。0级是最高危险等级，它的能力和负面效果甚至可以毁灭城市。你以后执行任务可以使用封印物协助，但要小心它的负面效果。我明白了，怪不得刚才这扇门看起来很危险。别担心，门后有职业者和教会人员值守。走吧，跟我去炼金室。差点忘了，你还不了解基础的非凡知识，临时给你补一课吧。非凡力量分为不同途径，一般来说，共有22条非凡途径，每条途径都从序列9开始。分为不同序列，数字越小，序列越高。通过服食魔药成为非凡者或晋升序列，可以提升生命层次。这是一条从人到神的晋升之路，所以也叫神之途径。可梦里愚者先生说过，我的力量来源于他的一个尝试——嫁接。不过，我遇到过2次异常，是因为嫁接的力量不稳定。有可能。现在你来到现实，加上邪神污染的影响，嫁接的力量很可能受到干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非凡力量无法正常稳定使用，你将面临严重危险。你必须成为真正的非凡者，掌控属于自己的能力，才能让嫁接更稳定。接下来，我会遵循愚者先生的启示，指引你喝下序列9魔药。先熟悉下魔药配方和材料吧。这是序列9的魔药配方。正确，你已在命运的指引下选择了这条途径。一般来说，魔药配方和材料，尤其是主材料，都非常昂贵。但这次，你的魔药配方由愚者教会提供，材料由正义小姐赞助。先按照配方中的材料和剂量，调配序列9魔药吧。好了，这颜色和气味似乎不太好下咽。魔药不是提神的咖啡，也不是优美的诗集，它是能改变生命本质的魔法药剂。喝下吧。就这样喝下去，有什么风险吗？有的，但和几年前相比，已经安全多了。
我看到了奇怪的画面，还听到了奇怪的呓语。正常现象，这是魔药力量溢出和外泄的表现。集中精神，先在脑海中冥想一个熟悉的东西。然后再把它替换成一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又回到了噩梦。你是谁？维法希克，这句话我好像在梦里听过。没错，我是你的主宰。可是，好像有什么不对。这里是我的国度。不对，我刚才在黑星级炼金室冥想，所以这里是我的梦境，或者潜意识。而你出现在我的意识里，这把武器，我曾在梦里见过。我才是这里的。我也在梦里想通过这股力量。废话太多，匍匐在我的脚下。我明白了，这里是我的意识，你也属于我，所以你的力量也来源于我。这股力量，我也可以主宰。只强了一点点，但还远远不够。
怎么样？刚才看起来很危险。可能是被污染影响了，我没办法集中精力冥想，而且脑海中出现另一个人，一个强大又陌生的人。看来还需要些心理治疗，我会告诉正义女士的。不过还是要祝贺你，成为一位真正的非凡者。谢谢你的指引，伦纳德先生，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弗莱应该回来了，作为新员工，该去见见你的队长了。走吧，我们上去，到队长办公室坐坐。刚喝完魔药，可能还不适应，你也趁机缓缓。愚者先生为你嫁接的力量中，还包含常用的非凡能力。成为真正的非凡者后，你可以逐渐尝试使用这些能力，比如灵视、各种形式的占卜、灵性之跃、灵性之墙。就是这里，进去吧。你回来了，伦纳德。有一会儿了，新人已经签好合同了。这位就是黑荆棘的队长，弗莱。队长你好，我是刚加入的新员工。欢迎你，我有急事要调查，没来得及迎接你入职。没关系，伦纳德先生和罗珊小姐一直在帮助我。你也坐下吧，不要太拘谨。最近失踪和献祭案件频发，郊外五岳庄园也有异常迹象。似乎有严重的危机正在停更酝酿，这种感觉不是太好。我明白，我这次回停更就是要和你一起查清真相，守护停更。但根据教会总堂的命令，我要先向你通报灵级封印物失踪的情况。又是灵级，非常危险，不可打听，不可外传，不可描述，不可窥探。它叫做知识皇冠，外形就是个皇冠，能力和窥秘人途径有关。它是当年罗塞尔大帝被刺杀后的遗物，其中有堕落母神污染的残留。它属于因蒂斯的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近期因污染活化而出逃到鲁恩。活化出逃？如果没有封印，它的力量足以毁灭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还有个更坏的消息，线索表明，知识皇冠的失踪地点很可能在停更。听起来好复杂，失踪、献祭、灵级封印物、污染，还有罗塞尔大帝。这就晕了。调查才开始，线索很少，你得学会分析。合理推测。停更的失踪和献祭等离奇案件，或许和失踪的知识皇冠有关。知识皇冠因污染而活化出逃，幕后的力量或许是堕落母神。
一个区域如果出现大量异常案件，大概率有隐秘的力量影响。会不会是知识皇冠造成的？而幕后力量是堕落母神和他的信徒？这就是你刚才的推测？倒很敏锐。我猜弗莱队长也这样想的。这批失踪案有很多共性，所有献祭仪式都指向堕落母神。对了，我遇到过五岳庄园管家，他在招募短工修剪苹果林。调查方向很清楚了，五岳庄园线索最少，我先去调查那里。我会进一步调查失踪案，并留意他们是否和知识皇冠有关系。那我呢？作为黑金劫安保公司新员工，我可以做点什么吗？这些是从警察厅移交过来的失踪案，有些信息需要核实。我刚刚补了些提示，你看完就知道如何调查了。没问题，弗莱队长，我也许能发现一些新线索。遇到危险情况，一定要及时报告，不要单独行动。我明白，弗莱队长，我会小心处理的。弗莱，你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沉默了。快5年了，伦纳德，我们多少都有些改变。我们还有些事要聊，顺便叙叙旧。好的，那我先去调查失踪案件了。好，我和伦纳德也会很快出发的。又要离开了吗？是的，我接到了调查任务。刚入职就出任务，要小心点。谢谢你，罗珊小姐。叫我罗珊就行。这些案件从警察厅移交到黑金，快点，应该都涉及到了非凡领域。是，得我会尽力的。是他们，梦里的那对兄妹。他们都还在现实世界中活着。梦里他举行过邪恶仪式，现实中会不会也在做类似的事？对了，愚者先生给我嫁接的灵性之月，追过去看看。风信子女士，有人跟踪我。为您效劳，蒲公英先生。风信子，他称呼女孩的哥哥为蒲公英。等等，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不行哦。
蒲公英先生命令我拦住你，我必须遵守。你们都是神仆，为什么把他的话当作命令？同样都是废物，你的话怎么那么多？闭嘴！神仆和神仆的差别，比人和卷毛狒狒还要大。蒲公英先生可是最受器重、最有潜力的神仆之一。抱歉，朋友，原谅我们刚才没把你当回事。如果你觉得无聊，就陪我可爱的大宠物玩玩吧。女士，您的宠物可真够特别的。当然，至少比你们几个有意思。认真点，蒲公英先生肩负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协助他，这是教授的命令。好痛啊！之前的伤没好，腿又抽筋了。啊，这么不经打，碰一下就倒了。一群废物，还不如我的大宠物呢。反抗是徒劳的，哼，沉沦吧，在无尽的欢愉和绝望中。放弃抵抗，你身上有注定属于我们的气息。他说的，难道是我身上的污染？什么人？看起来不简单。蒲公英先生应该安全了，撤退。我的新同事，你差点被绑架了。咖啡好了，正义小姐，新客人。看你迷茫的眼神，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我们在咖啡厅见过，你竟然是位厉害的非凡者。一般般，我叫丽贝卡，是命运咖啡厅的店主。感谢你的帮助。对了，你为什么称呼我新同事？因为我是黑金吉安堡公司的老员工，很快就满2年啦。我还是苏西的好朋友，是，还有些暂时不便透露。好吧，那我是不是应该称呼你前辈？不要，请叫我丽贝卡，我还没过18岁生日呢。对了，这里有非凡战斗的痕迹，还有污染残留，我们得尽快清理一下现场。你会布置灵性之墙吗？我听伦纳德先生提到过，但还没有尝试。很简单，我教你。握紧这把银质匕首，用灵性封闭一片空间，隔绝非凡力量对外界的影响。集中精力，控制自身灵性从手指流向银匕首。让灵性从匕首尖端喷布而出，在周围连成整体。
一次就成功了。我们一起清理现场吧。好了，即使有人来这里，也不会被污染影响了。对了，丽贝卡，你知道刚才那些人是谁吗？他们好像都以代号互称，风信子、蒲公英。他们都属于一个信仰多洛姆神的邪神组织——月亮仆从。田根近期的献祭和邪神案件都和这个组织的活动有关。他们是邪神信徒。有代号的都是月亮仆从的头目或首领。原来女孩的哥哥也是月亮仆从的成员，他的代号是蒲公英先生。啊，我这儿有张示意图，随手画的，你看看吧。怎么有这么多问号？信息好少。月亮仆从最近才在田根活跃起来。我们掌握的线索很有限。信徒们向信仰的邪神献祭，蒲公英很有可能也在准备献祭仪式。看来噩梦的确是某种预兆，我得抓紧时间找到他，阻止他。等等，是伦纳德先生或弗莱队长让你调查他的？那倒没有，弗莱队长派我调查核实几个失踪案信息。那你还是先完成手上的任务吧。现在追查蒲公英很可能遇到危险，我也得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调查一个和刺客途径有关的封印物。好吧，那我先去核实失踪案信息，等有更多线索再调查那对兄妹的事。不错，很听劝，我们分头行动。记住，我们在守护田根。失踪人卡尔，54岁男性，列车清洗工，住在弗兰奇公寓。我的任务是找房东弗兰奇先生，问询卡尔合租人信息。不愧是弗莱队长，调查提示写得简明清晰。这就去弗兰奇公寓找房东先生问问吧。报案人托尼，房东弗兰奇先生，去问问吧。拜托，你不能把卡尔的行李扔到大街上，弗兰奇先生。托尼，我是廷根最慷慨的房东，允许你们6人合租一间。但卡尔拖欠整整1周的房租，人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卡尔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我保证，他回来后会补习的。我不相信你们这些穷老鼠，更何况是只酗酒的老年鼠。你不能这样羞辱卡尔，他年轻时的贡献值得所有人尊敬。他铺设过海底电缆，修建过铁轨、钢铁大桥，甚至飞艇。现在呢，洗火车头的清洁工，哼，也许早死在了下水道里。不，他会回来的。我已经报案了，警察会找到他的。你们好，弗兰奇先生、托尼先生，我是警察。该死，托尼，你真报警了，会影响租房的。别担心，我只是了解一些卡尔失踪案的信息。
你刚才说一个房间住6个人，他们都是谁？除了卡尔和托尼，还有安迪、鲍勃、凯尔、迪伦。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异常？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最早的安迪凌晨5点出门，最晚的迪伦半夜1点回来。我都记下了。有什么异常情况，及时向警方报告。异常情况，警方能帮忙垫付卡尔的房租吗？2苏勒。啊？正义女士给我2万苏勒，也用这笔钱做点好事吧。而且这是公务花销，或许能报销。行吧，我来付吧。感谢您的帮助，求您一定要找到卡尔。别太担心，我们会全力调查的。找个合适的地方，看看第2个失踪案信息吧。查理，42岁男性，富商，住在金梧同区独栋别墅。我的任务是找保罗询问查理近期是否接触过神秘学物品。得先去恶龙酒吧找老板斯维因先生，或许进入地下市场。老板，再来杯黑麦啤酒，不，要烈朗奇。他就是恶龙酒吧的老板斯维因先生。一副新面孔，找我有什么事？我要办点事，想进入地下市场。很抱歉，市场不接待陌生人。这是我的证件，我要找保罗询问失踪案信息。这涉及停更大量市民的安全，请您予以协助。当然，这么多年，我们多少有点默契。但是，敢不敢去打一场？能力和勇气比警徽更有说服力。您是说，让我上台去打一场拳击赛？不敢的话，就回去换个人来调查。那倒不用，我可以上台试试。胜利属于这位新晋拳击手。我赢了，索因先生，是不是可以？不错，精彩的比赛，有做拳击手的潜力。先找到桌球室，如果有人拦你，你就告诉他。风暴比烈朗奇更烈。谢谢您的协助，斯维因先生。还
上的风暴击沉了我的船。老子的烈朗旗呢？没错，这是一句特殊的暗号。原来地下市场藏在暗门后面。谢谢，我要找保罗先生。我带您去，尊贵的客人。哎，算了，我不想在几个便士上浪费生命。连香水和沐浴精油都在涨价，精灵花和再加点。毒锦汁，上周订的货还没到。保罗，有人要见你。又给我带新客人了。你好，保罗先生，这是我的证件，找你问点事情。你是警察？官方和教会不是不管这里吗？我负责调查查理失踪案，今天不查违禁物品交易。好吧，查理是个好人，从贫民窟混血儿到金梧桐区大富翁，全靠罗塞尔大帝开辟的航道。他这次给戏剧节赞助了5000金镑。我想知道，查理最近有没有接触过神秘学物品？这，我保证绝对没有。我快1个月没接到查理送来的货了。他月初从南大陆回来，就一直留在廷根，等罗塞尔戏剧节开幕。你是说，他最近都没有出海贸易，所以没有接触过违禁物品？是啊，查理还非常谨慎，他从来不亲自接触那些危险的东西。还剩最后一个案件了，找个合适的地方看看档案。珍妮，19岁，纺织女工，还在面包房做临时工。目前关于她的线索非常少，所以我的任务是找斯林太太问问，她这2天有没有想起点什么。您好，斯林太太，我来调查珍妮失踪案。啊，年轻的警官，可怜的小珍妮有进展了吗？还没有，线索太少了。您有在想起点什么吗？啊，我今天收拾柜子，发现几张珍妮的手稿。她不忙的时候就看看书，在纸上写写画画。真希望珍妮能实现愿望，考上廷根技术学校。我知道她想读机械专业，我先看看她的手稿。看起来是珍妮画的机械图纸。对了，卜障占卜，这是愚者先生给我嫁接的能力之一。我想想，需要用珍妮的贴身物品进行占卜，再根据卜障的指引，就可以找到珍妮在哪里。斯林太太，手稿我带走了，也许这有助于找到珍妮。好的，警官，但请不要损坏，珍妮很爱惜它们。我会好好保存的。再见，斯林太太。成功了，看起来有效果。跟随卜障的指引找找看。就是这里，
怎么没人？哪里出问题了？占卜失败了？也许是我还不太熟练。哎，是你啊，这么巧。罗珊小姐，你怎么在这儿？今天奥利安娜太太忙晕了，我来帮弗莱买一些办公用品。哎，对了，你需要预订工作餐吗？不过是自费的。自费的工作餐，会送到黑金吉安堡公司的那种吗？没错，每天上午10点半和下午3点，老维尔餐厅会派服务生到黑金吉去。他会统计工作餐的菜品和数量，然后分别在午餐和晚餐时间送餐上门。我明白了，都有什么可以点的？我想试试看。那，这是我路过餐厅随手拿的菜单，你先看看。罗珊小姐，我选好了，看起来都很好吃。那当然，老维尔餐厅价格实惠，味道也很不错。你以后如果工作太忙，我就帮你预订工作餐。想更换菜品，随时找我。不打扰你执行任务啦。谢谢你，罗珊小姐，再见。怎么回事？罗珊小姐，罗珊，他们都消散了，其他人似乎没看到。难道又是噩梦？不行，得立刻回黑金级报告。这个铜镜太容易被忽略了。不行，我无法召唤出他的灵。太好了，你们都在。罗珊，罗珊，怎么了？这么着急？罗珊失踪了，准确的说，是消散了。什么？我通过占卜找到中央广场，没看到叫珍妮的纺织女工。罗珊小姐路过那里，但很快就和其他几位市民一起，变成碎片消散了。罗珊，我们没保护好她。我们快点汇总分析下线索，找到调查方向。好，失踪案没有太多信息，不过他们的经历多少都和罗塞尔大帝有关。我还遇到梦中的皮特兄妹，皮特是月亮仆从的成员，可能在准备仪式。月亮仆从，我去了趟五月庄园，那里很诡异，有些工人已经失踪。苹果树长势异常，不符合季节特点。子爵夫人和管家也行动怪异，进出频繁。哦，对了，夫人和管家也都是月亮仆从的成员。弗莱，
再说下你查到的线索吧。好，我们通过占卜确定，失踪地点只有3个：5月庄园、中央广场和亭根湖。我对最近失踪的人进行通灵，都没有成功。我怀疑，近期失踪的人都还活着。罗山和市民瓦解消散，知识皇冠的能力之一就是将具体事物瓦解为知识洪流。线索越来越多，不知道是好是坏。希望罗山没事。失踪者路过3个地点，被知识皇冠瓦解消散而失踪，这是失踪案的真相。有可能，他们以知识洪流的形式进入隐藏空间，这在非凡领域并不罕见。如果近期的失踪者都还活着，只要找到他们在哪里，就能把他们救出来。可应该怎么找到隐藏空间？为什么是这3个地方？难道是3个入口？丽贝卡提供的线索很及时，这枚小铜镜就是突破口，罗山应该也有一个。铜镜上有刺客途径的魔法，会让携带者引入阴影，还是打开隐藏空间的钥匙。他们携带铜镜，路过失踪点，被知识皇冠瓦解消散，旁边的人根本无法察觉。戏剧节散发铜镜，幕后有人操纵。我让洛耀和西家去搜集和销毁这批铜镜了。小铜镜，我也有一个。为什么我在中央广场时没有消失，还看得见别人消散？或许因为你身上有被封印的污染，熟悉的气息让知识皇冠把你当成自己人。我在5月庄园时，见过管家对铜镜念出咒语后消失，以时代的洪流叩开镜中的国度。这或许是主动进入镜中国度的方式。我们都记住这句咒语，或许有用。能不能利用铜镜或咒语进入隐藏空间，救出罗山和失踪者？我也在想这种可能性，但关于镜中国度，我们还一无所知。与知识皇冠和刺客途径有关。我怀疑它是一片异化的镜中世界。我们已经知道失踪原因，救出罗山和失踪者很重要，阻止其他市民失踪也很重要。没错，其他人都有任务，丽贝卡还在查另一间封印屋，只好我们3个分工了。我去封锁中央广场，避免有人再带着铜镜靠近。我还是去5月庄园调查更多线索，救出那批工人。你去亭根湖，一般去那里的人不多。弗莱，我们做好随时进入镜中世界的准备，一定要救出罗山。我也做好进入的准备，这样才有机会救出罗山小姐和失踪者。而且，我能被知识皇冠误认为是自己人，也许我更安全一些。
那就和我们一起守护廷根，开始行动吧。但要小心一点，我们也不想失去任何一位队友。我们工厂成立了夜校，我报名了。明年，也许后年，我就可以去谋求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莉迪亚，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也许今年就可以。这里跟梦中那个湖一模一样，感觉不太正常。你们好，我是警察，在调查一起案件。请问你们见过这个小铜镜吗？没有，我们很少会买这种不实用的装饰品。警官，请问这个镜子是赃物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肖恩，你见过？我不确定，我想先跟警官确认一下。这个男子似乎有线索，但不愿意直说，用灵视观察一下。你的礼物盒里是什么？是一封告白信和铜镜。我是在十字街买的镜子。那个老板说是特价甩卖，我并不知道它和案件有关。您可以拿走这个铜镜。小心，我来拿，你不要碰它。莉迪亚！越来越多人消失了，不能再等了。Meet the Flota Poetgen, Ufana Dilihinsberga。这里就是铜镜背后的世界。这个天空是信息洪流吗？普通人被吸收进来，一定会被洪流影响。
得赶紧找到他们。那边似乎有人在呼喊。时代的浪潮不可违逆，知识的命运即将降临。知识改变命运，跟上罗塞尔大帝的革命节奏。成为时代的燃料吧！乌耶托，尼托。Nitro。Nitro。这把枪，也许能搭配力魔子弹使用，让他继续守护廷根市民。铜镜的碎片，难道他们就是失踪的市民？因为在镜中停根太久，污染太深，已经完全异化成怪物了。必须快点找到罗珊。永恒之母。新生之万有万物，诞育圣海。伟大母亲带来城市的新生，来吧，尊贵的人们，来拥抱新生吧。这把枪射击范围更大，应该能更快地解决污染怪物。时间不多了，还没找到罗珊。快看，快看！别靠过来！杰克似乎还没有完全被污染。杰克，你还好吗？走开！谁也别想抢我的脚踏车！这是我买给弟弟的礼物。杰克，你不认识我了吗？你弟弟也被吸进了镜中停根。弟弟，这是弟弟的礼物。有了脚踏车，就能送更多的报纸。我也可以下班去酒馆再打一份工，多攒钱。攒了钱，就可以去贝克兰德，带汤姆坐火车。看贝克兰德大桥。有了钱，就可以让汤姆上学。我去夜小学写字，汤姆去教会学校学算术。上学，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时代。杰克，知识，更好的时代。不好，杰克陷入了混乱，污染程度更深了。你看，知识。杰克，我带你出去，带你去找弟弟。不，我要先学习这些知识，有了知识才不会被时代淘汰。这些是什么字？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我怎么这么笨？上了夜校，也一个字都不认识。不对，这是罗塞尔大帝日记里的字符，是罗塞尔大帝在指引我们。
是中文，但这些字句中间少了一些关键的词，也许要组成正确的句子。知识开启了新的时代啊！我怎么在这儿？你被非凡力量影响了，失去了理智。讲起来比较复杂，时间紧迫，还需要叙救其他人。你先跟着我。工人们，我知道，大家都很累。机器轰隆响了一天，你们的胳膊早就酸了、麻了。车间里的空气混着煤灰，吸进肺里很不舒服。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但是我也请大家看看，我们的工厂正在产出最坚固的钢铁，这是工业的基础，是王国的未来。我们不仅仅是在做一份工作，更是在缔造一个时代。时代，未来。工厂主似乎还没有完全异化。先生，你还清醒吗？你记得这里发生了什么吗？哦，年轻人，你也是来投入新时代的建设的吗？我知道，工作很累，但我绝对不会拖欠大家的工钱。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就会建设出更光明的未来。看来他也暂时无法清醒，这周围也许有知识的谜题。好像不太对，再去试试其他答案吧。你要记得，我们是为了守护谁。先生，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这是哪里？我的工厂呢？啊，我记得了，他们变成了怪物。先生，这里不安全，你先跟上我。好，只要保护好我，你要多少钱都可以。我的图纸呢？我的图纸！不，那不只是图纸，那是新的机器，新的未来。有了这个机器，我们就可以绑更多的下线。Mitra， 我的图纸掉了！珍妮，这是你的图纸吗？我在斯林太太的面包房找到的。这些图纸画得很好，还带有面包香气。面包房，对，我会在送完面包后，在柜台后面画我的图纸。图纸，是的，我的图纸没有掉。
谢谢您。不用谢，这是我该做的。我想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绿裙子的女孩？她短头发，大概跟你差不多高。你说罗珊？你认识她？我们之前在工厂里遇到了危险，是他让我们往外逃的。但我走出来没多久，就遇到了怪物。但罗珊肯定还在工厂里面，他说他要把里面的人都带出来。快出去！离开这里！快离开这里！出去，去廷根大剧院。罗珊，我们有救了！你脱。罗珊，你还好吗？你怎么进来了？不愧是职业者。职业者要处理非凡事件，非凡事件很危险。非凡事件很危险。爸爸，你不要当职业者。老尼尔，你不要信。德恩队长，你不要去。不要！非凡者很危险，你做文职吧。罗珊，罗珊。我想所有人都活着。不好，罗珊在镜中停根待的时间也到了临界点，他的意识开始混乱了。罗珊，你好点了吗？非凡很危险，不要成为非凡者。
小洛山，看着我。我们是非凡者。我们是可怜虫。但更是守护者。而你也是守护者。我也是守护者。多亏了罗珊小姐，您守护了我们。这是我们黑荆棘安保公司的传统，守护廷根是我们的职责。幸好罗珊你没事。幸亏你及时赶到才对，一开始没有这么多怪物，我们聚在一起寻找逃出去的办法。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周围人开始变得奇怪。我们可以去火车站，坐火车离开这里。我去过了，近距离没有人。我尽量避开了怪物。不，他们其实是失踪的市民，但怪物越来越多，我只能引导大家先逃去安全屋。安全屋？你刚刚让丹尼去廷根大剧院，那里是安全屋，你怎么知道的？我遇到一位海盗打扮的女士，是她告诉我的。这里不安全，你去廷根大剧院，那里有一面镜子，镜子后面是安全屋。我已经引导一些人去安全屋了，应该没有问题。那我们先去安全屋。快，你们先进去。诸位，晚宴还没有开始，怎么能提前离席呢？我认识他，他是那个赞助商的管家。很高兴你能记住夫人为此做出的贡献。她是子爵夫人，是真正的贵族，是为廷根带来新生的使者。又是新生。罗珊，你们先进安全屋，我拖住他。听说你们管这里叫安全屋？孩子们，没有永恒的安全。当绯红降临，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成为生命的养料。幸运儿会重获新生。
救了停根，再新生一座余下的星城。Nitro。停根，不接受这样的重启。醒了？没喝药就醒了，体质不错嘛。保险起见，还是喝一点宁静药剂。伦纳德先生，你怎么来了这里？我在调查五岳庄园的过程中，发现庄园的主人子爵夫人有问题，追踪夫人和她的管家来到了这里。目前根据线索来看，五岳庄园似乎在准备一场指向堕落母神的献祭仪式。弗莱队长，你呢？也是调查五岳庄园吗？这场危机不只涉及亲生，还涉及知识。我调查了一些罗塞尔大帝的狂热粉丝，发现有组织利用夜校、扫盲班传播污染的知识。职业者们追踪宣扬罗塞尔大帝的宣传单，在中央广场发现了一个污染入口。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海盗打扮的女士，她告诉我进入镜中停根的方法，也告诉我罗山在安全路。你也遇到了那位女士？她没告诉你们她叫什么吗？感觉她在有意帮助我们，但不愿意暴露身份。
这场危机还涉及知识与罗塞尔大帝。那我大概猜到那位女士的身份了。既然她不想暴露，就当我们不知道吧。但有她的帮助，成功的概率会大很多。还会有失败的概率吗？你们会有危险吗？小罗珊，别担心，我们不会死的。弗莱，你们跟我来。有一件事情必须隐秘地说。管家手里的皇冠是一件0级封印物，因为堕落母神的污染，已经有了活化的迹象。为了避免被注视，需要在隐秘的权柄下谈论它。赞美女神，赞美女神。罗塞尔大帝原本是通使者途径的非凡者，后来为了成神，短暂跳到了相邻的窥密人途径，成为序列1知识皇帝。随后又从窥密人途径序列1知识皇帝强行跨到律师途径序列0黑皇帝。在这个过程中，罗塞尔经历了失控、刺杀。他的知识皇帝特性结合他的皇冠，成为了封印物。但罗塞尔大帝曾经登上月球，在那里受到了堕落母神的污染，所以知识皇冠天然带有污染。知识皇冠原属因蒂斯蒸汽教会，但这2年堕落母神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知识皇冠进一步活化了。活化后的知识皇冠蛊惑了枢机主教，逃到了鲁恩，后被月亮仆从获得。刚刚所看到的建筑街道，都是由知识皇冠的知识具象化能力造出的。我们推测，月亮仆从想从这个扭曲的停根，吞噬瓦解真正的停根。丽贝卡在调查小铜镜，得到了另一件封印物——绝望魔镜的线索。镜中停根由知识皇冠构建，并非是真正的镜中世界。绝望魔镜是进入镜中停根的唯一入口。绝望魔镜对应序列4的绝望魔女非凡特性，要比序列1的知识皇冠容易解决。我必须去追踪知识皇冠，防止它进一步活化。摧毁绝望魔镜的任务，我想交给你和弗莱。好的，交给我。交给我们。这是绝望魔镜的线索。必须赶在他们之前结束这一切。罗珊，我和弗莱队长要去追查一件封印物。摧毁那件封印物，我们就能回到停根。相信我们，我们会成功的。我相信你们。那我继续去救人，先把大家带到安全屋里。我也去。我也是。
这是什么？是我的历史，我的过去。不过，你能看到这些？愚者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感受到一些熟悉气息的异动，就过来看看。这是对命运的干涉太多了吗？也好。状态怎么样了？你的记忆被污染，可能精神和身体有时会不稳定。如果再遇到意外的污染，你可能会被他的意志完全操控，陷入永恒的疯狂。那我该怎么做？这次的气息异动提醒了我，或许我可以向你开放我的历史，重历我的过去，会帮助你对抗污染，稳定你的记忆与人性。重历历史？是的。拿出那枚金币，向我祈祷吧。跟我念。祈祷词是 Angels Kutuone, Legambo Desik Elgin. Angels Kutuone, Legambo Desik Elgin. Dimagenik Deknoviet of Digurk Nestube. Digeloni Fansik Valley. Kuharson Fortuno. Sai, prebo dir ginada, pre dir via pambosai, disampin plus bloodism, vainga nis to pabosigan. 请醒来。头好痛。这是哪儿？月亮怎么是红色的？好端端的，大半夜的，怎么会突然头疼？不会是脑溢血吧？镜子里的是……这是……赞美女神！我们家也有大学生了，恭喜入学。这是我刚做好的机关盒，看起来怎么样？这个问题很有趣，下课后可以继续讨论。我刚获得一本第4季的笔记，来一起解读吧。克莱恩，你好，我是克莱恩。我是克莱恩。清醒一点啊，周明瑞！什么情况？我该不会穿越了吧？这里是哪里？好暗，得先把灯打开。瓦斯计费器，应该是煤气灯。对了，那本笔记。1349年6月，这是本日记，好像想起了些什么。这具身体的记忆，我叫
克莱恩·莫雷蒂，生活在北大陆鲁恩王国廷根市。我真的穿越了？怀表还是坏的，好像这是父亲留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他是皇家陆军上士，牺牲后的抚恤金让我能有机会读书。母亲前几年也去世了，我跟哥哥班森、妹妹梅丽莎一起租住在这间公寓里。这里是我们的家，家里现在全靠做文员工作的班森维持，要同时养着2个还在读书的弟弟妹妹，真是辛苦啊。我刚从霍伊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努力准备廷根大学讲师的面试，想尽快工作，缓解家里拮据的生活。最近比较特殊的是，我跟同学维尔奇、纳亚在一起研究一本第4纪的古老笔记，这很有趣。日记里有用鲁恩语和其他文字来记录，好在现在的我都能流畅理解，不愧是历史系大学生。日记只记到了26号，下一页用赫密斯文写着“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我”。书页上还沾着血迹。27号发生了什么？血迹和手枪，难不成自杀？还是伪装成自杀的谋杀？但是以我的家境，哪有钱和渠道买枪啊？还有头上的伤，我竟然还能活着，这诡异的愈合速度，难道是穿越带来的治疗效果？一个奇异的时代，一场诡异的自杀。但或许因为脑袋被子弹穿过，有些事情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例如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克莱恩。对了，梅丽莎在里间睡觉，不能让她看到这些。这种东西可不能就这样放在桌子上。墙上、地板上、书桌上，红的、白的。不行，这样擦不干净，需要拿东西遮挡一下。这个大小，遮挡血迹正合适。不注意看的话，应该发现不了。早上好，克莱恩。克莱恩，这么早你在做什么呢？这个好像又坏了。好了。克莱恩，其实你不用有太大压力，你肯定能通过大学讲师的面试的。他担心我是因为焦虑面试而失眠了吗？就算不能，我是说如果，你肯定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谢谢你，梅丽莎。那你呢？这才6点钟，这么早就出门？我要去上学了，
走去学校要50分钟。克莱恩，今天只买8磅面包就好。天气热，买太多容易坏掉。50分钟？你可以坐车去，这太远了。马车单程4便士，往返8便士。如果你和班森也乘坐马车，每天就要花费24便士，整整2苏勒。不算周日的话，1周就是12苏勒。而这间公寓每周的租金才5苏勒6便士。你和班森都还没成家，现在家里每便士的开支都得做好计划。好了好了，梅丽莎，我已经领会到你出色的数学天赋了。我要迟到了，记得买面包，再买一些羔羊肉和豌豆。你快参加面试了，我给你做豌豆炖羔羊肉。晚上见。梅丽莎刚才看我的眼神，像是在关爱智障哥哥。然而我并没有亲妹妹，抱歉，梅丽莎，我真的想回家，再好好想想，我到底是怎么穿越的。饿了。只有半块黑面包了，先凑合一下。不好吃，想吃火锅。我是怎么穿越的？我只是个生活在21世纪的普通人，最近除了倒霉点儿，也没什么特殊啊。等等，倒霉？那本《秦汉秘传方术纪要》。我睡前做了个转运仪式，从一本地摊上淘来的书里学来的。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得再试试那个仪式，说不定就能回去了。我记得需要食物作为仪式的媒介，这是最后的了。去买些新面包吧，梅丽莎刚刚也嘱咐过，应该藏在了上铺床垫的下面。这几天的生活费，油墨的香气，是钱的味道。买面包就去斯林太太面包房，她烘焙的停根饼、柠檬蛋糕非常好吃。又在斗邪恶，你们完全不工作吗？这不是斗地主吗？不过在这个世界里，它好像叫斗邪恶，玩法跟地球还挺像。我记得这是100多年前，因蒂斯共和国执政官罗塞尔·古斯塔夫发明的。这位罗塞尔先生还发明了蒸汽机，改良了帆船。后来他将因蒂斯改成了帝国，自称凯撒大帝。等等，他该不会是位穿越者前辈吧？先不管了，快去买仪式要用的面包，回家比较重要。早上好，瑟琳太太，我来买面包。早上好，小克莱恩，班森回来了吗？应该就这几天了，真是一次漫长又辛苦的出差。他是个勤奋的小伙儿，你也毕业了，你们很快就能赚到钱，也不应该住现在这样的公寓，至少得有个自己的盥洗室。非常感谢瑟琳太太，您今天真像个年轻又活泼的女士。不，我一直都是这么年轻。你要买多少面包啊？8磅面包，9便士。才9便士，前2天还要11便士，面包降价了？这得感谢谷物法案的废除，感谢那些游行的人。
1349年6月28日，是今天的新闻。谷物法案废除后，国内恢复了费内波特、马西伦堡等国粮食谷物的进口，使农产品价格下降。为什么有人要游行反对的？谢谢你，斯林太太。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再见，小克莱恩。马戏团表演，丽莎应该会喜欢，不知道门票怎么收。先生，需要占卜吗？先生，占卜吗？我塔罗占卜很准的。塔罗？塔罗牌好像也是那位罗塞尔大帝发明的，不知道跟地球的塔罗占卜有什么不同。我是西比尔，您是今天第一位来占卜的人，免费。免费？哼，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有本事你就占卜出来我是穿越的。免费的占卜会不会有坑啊？解读免费吗？都免费，全部免费，一便士都不会收的，请放心。请进帐篷吧。你来洗牌、切牌，要占卜什么？过去、现在和未来。好的，请抽牌。这3张牌象征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好了，你想先看哪张牌？现在。愚者，所有可能的开始，所有未知的集合，所有旅程的起点。愚者，塔罗的0号牌。或许，你怎么又在假扮我？给人占卜是我的工作。快回去，你只是一个驯兽师。不要介意，我只是喜欢这个。但我的占卜和解读有时候都挺准，真的。这位先生，需要我帮你解读吗？免费吗？不。那算了，谢谢。我被驯兽师占卜了命运。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占卜，还是去干点正事吧。先布置仪式场地，我记得要把食物放在房间的4个角落。好高！这里放一个。这地方不错，别弄脏就还能吃。差不多了，准备开始仪式吧。福生玄黄仙尊，福生玄黄天君，福生玄黄上帝，福生玄黄天尊。然后呢？我能回去了吗？怎么回事？怎么好痛？
这是什么情况？这些是星星吗？魔镜快苏醒！我以霍尔家族之名，命令你苏醒！排查鬼杀的血，阁下，你想做什么？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我想做什么？我也想知道啊。能强制将我拉入这种空间，而我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从没听过这种可怕的能力。刚才我还在房间里，转眼就出现在这个神秘的地方。难不成是非凡事件？请问，为什么将我召集到这里？或许应该装作一无所知，隐藏信息，换取信任。或许应该以主导者的姿态引导发展，维持神秘的压迫感，获取信息和利益。决定了，利用对方现在的心理状态，把握自身的最大优势。一个尝试。一个尝试，一个尝试就能让我从房间来到这满是灰雾的地方，这也太匪夷所思了。阁下，尝试结束了吗？可以让我们回去了吗？他们在畏惧我。这次事件里，他们是来客，我是主人。他们似乎是刚才的深红星辰带来的。就像星辰在灰雾之上的投影，我能感觉到他们与这片灰雾的微弱联系。切断这个联系，投影就会消散，他们就能回归。当然，如果你正式提出，我现在就能让你回去。这真是一次奇妙的体验我一直期待着类似的事情。我是说，我喜欢神秘。我喜欢超越自然的奇迹。不，我的重点，我的意思是，阁下，我该怎样做才能成为非凡者？问得好，我也想知道答案，但就这么站着聊有点不高级。这种神秘的集会，应该在一个古老宏伟的神殿里吧？例如，在这里放一张长桌。
太神奇了！刚才这里响应了我的想法，我似乎可以利用这片空间，好厉害！你是鲁恩人吧？你可以加入黑夜女神教会、风暴之主教会，或征替与机械之神教会，获得成为非凡者的机会。我知道，但成为官方非凡者就会失去自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哪有不付出代价就成为非凡者的？不过，我手上其实有2份序列9的魔药配方。真的？是哪2份？水手和观众。序列9，魔药配方，水手和观众。非凡者是指拥有非凡能力的人。水手和观众，那我要用什么来交换配方？鬼杀的血，至少100毫升。如果我能拿到，应该怎么给你？又怎么保证魔药配方的真实性？我会给你一个地址。至于保证，我想，如果有这位神秘阁下的见证，你和我都会足够放心。阁下，您能拉我们来到这里，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伟力。您做的见证，不管是我还是他，都不敢违背。对，阁下，请您做我们交易的见证。我也不知道配方或材料是不是真的呀，但这可能跟我的穿越有关。可以。阁下，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在这种地方总不能用真名。对了，你们可以称呼我愚者。尊敬的愚者先生，请允许我冒昧恳求，您可以做我们交易的见证吗？一件小事。这是我们的荣幸，愚者先生。从未听说过的名号，似乎隐含着可怕的隐秘与力量。你们继续。愚者先生，您介意多几次现在这样的尝试吗？或许有风险，但也是个机会。愚者先生，您不觉得这种聚会很有意思吗？虽然您的力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但世界上总有您不了解、不擅长的领域。对面那位明显出身高贵的小姐，和我也有各自的资源和人脉。或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帮您处理一些小事。出身高贵的小姐，我的表现，我的口音这么明显吗？愚者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只要聚会变成定期，有的事情如果您不方便出面，完全可以转交给我们。当然，得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聚会能让我收获更多的非凡奥秘和神秘学知识，有助于将来穿越回去。但越多的聚会，也越容易暴露自身的虚实。不管哪个世界都没有只存在好处的事啊，但至少，聚会的召集和解散都在我的掌握中。我是一个喜欢等价交换的人，不会让你们无条件帮忙。
每个周一下午3点，我会定期召唤你们来这里集会，尽量独处。那我们是不是也该给自己取个称号？毕竟不能用真实姓名交流。好主意，总不能一直称呼你们为先生和小姐。您是愚者先生，来自塔罗牌。那作为一个定期的、长期的、隐秘的聚会，称号得尽量一致。我也从塔罗牌里挑吧。决定了，我的称号是正义。愚者先生究竟是哪一位？这样威严又和善的存在，我选倒吊人。好的，那我们就算是塔罗会的创始成员了，没问题吧，愚者先生？这种小事，你们可以自己拿主意。谢谢。这位小姐真是主动，参与这样的隐秘组织，对我们都有利有弊。处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在这片灰雾空间里交流信息。网络交友平台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头有些痛，感觉要撑不住了。听说塔罗牌……好了，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吧。遵从您的意志。遵从您的意志。让我们期待下次的聚会吧。梦一样，那灰雾世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看来短时间内是不能回家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克莱恩了。头又怎么了？头晕，想吐。啊！谁？警察。恭喜你，成功重历了一次我的历史，感觉怎么样？好像好一些了。我还需要做什么？在合适的时机和地点，金币会指引你。观看我留下的历史，让历史孔隙更接纳你。然后再次向我祈祷，祈求进入历史迷雾的许可。我会听到的。好了，这次的历史之旅结束了，回去好好休息吧。期待下次再见。警察，请开门，莫雷蒂先生。好的，请等一下。警察来做什么？你好，阿霍瓦郡警察部，邓恩·史密斯。你好，我是伦纳德·米切尔，是克莱恩·莫雷蒂先生吗？是的，请问怎么了？不用紧张，我们只是惯例询问。你认识韦尔奇吧？霍伊大学的毕业生，来自坚海郡的康斯顿。我们是大学同学，
一起跟随科恩资深副教授学习，都是历史系的学生。你们最近见过面吗？老实说，我们的关系还算不错。这段时间，我和他还有娜亚经常见面，解读和讨论他最近得到的一本第4纪文献。你们解读出了什么？笔记的主人来自安提戈努斯家族，这个家族在第4纪有着显赫的地位，还有一些相关的历史。出什么事了吗？很抱歉，韦尔奇昨天过世了，娜亚女士也是。抱歉，他们也像这身体的原主一样死掉了，这太恐怖了。没关系，可以理解。我为他们……怎么会这样？从现场痕迹看，他们是自杀，以一种恐怖、诡异的方式。韦尔奇先生用头撞墙，撞了很多下，撞得满墙都是血。而娜亚女士将自己淹死在了一个水盆里，用来洗脸的那种。这不可能！我也想不到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有线索吗？这并非一起普通的案件，你是唯一的线索，关系着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下落。现场没有那本第4纪遗留的笔记，整栋房屋里都没有，而其他相关人员都死了。笔记不见了！我之前竟然完全没去想那本笔记的下落。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我。你，这是必须的程序。你去把马车赶过来，在摊贩那儿等我们。真好，很幸运。什么？一般来说，遭遇这种事件，当事人全部死掉是常态。我们很高兴，也很幸运地看到你还活着。出去走走吧，吹吹风或许会让你轻松些。我会配合的。我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我还是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哎，走一步算一步吧。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6月27日，也就是昨天，你在哪里？做了什么？你在怀疑我？只是例行的调查。一位马车夫证实，昨天你去过韦尔奇先生的住所，还是他帮你付的车钱。真是个不错的朋友。不是吗？得想想该怎么说。警官，说真的，我也不记得了，请相信我。哦？昨晚我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在家里，但书桌上有手枪，屋里有血迹，看起来像是经历了一场自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袋还完好。我活到了现在，但我似乎丢失了一些记忆，包括27号我做过什么，看到了什么。我甚至不记得我去过韦尔奇家。你应该能听出我的诚恳，我说的都是真话，当然，这是真话的一部分。这很符合我推测的发展，也符合类似事件的隐藏逻辑。但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相信你，但是
我相信没用。无论如何，现在你有很高的嫌疑，你必须跟我走一趟。但我确实什么都不记得了。没关系，我有办法。跟我去见一位专家吧，或许他能看见被隐藏的真相。专家？上车吧。如果真是我导致了他们的死亡，我完全不记得了，我会被抓起来吗？而且，万一他们发现我是穿越者，还有那片古怪的灰雾空间，怎么办？怎么办？要上车吗？在干什么？说什么呢？臭老头，你要偷东西，别跑！放手！小偷！来抓小偷！你放手！不想见专家的话，趁现在逃走。乖，小家伙，别害怕。快跑！租车到城外码头，再坐船顺河而下，去贝克兰德藏起来。小心！前面走不通了，进巷子。从刚才开始，一切好像都有些诡异。没办法，只能继续逃跑了。怎么回事？快逃！这都是些什么东西？不对劲！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切都乱透了！前面有马车，赶快上车！快，送我去城外码头，立刻出发！甩掉了，刚才那是非凡者的能力，太神奇了。这不是去码头的路，你要去哪里？去韦尔奇的住所。什么？你？重新认识一下，我是邓恩·史密斯，廷根市职业者小队队长。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我只是进入了我们职业者属于黑夜女神教会，负责调查和解决廷根市的非凡事件，比如说这件诡异的自杀案。刚才的都是梦境。职业者，非凡事件。你可能还有很多疑问，上车再说吧。马车等我们很久了。清醒的人总是满口谎话，真实往往隐藏在梦境之中。比起清醒的你，我更相信梦中的你。梦境？你让我做了刚才那样的梦，这是非凡能力？对。但你看起来并不惊讶。我之前的当事人哪怕刚做完梦，也不相信会有非凡之力，宁愿认为自己还没醒来。也许是因为我在祈求着，期待这样的力量来帮我。有趣的逻辑。但在梦里，你为什么要逃？
你在害怕什么？我不记得在韦尔奇家做过什么，也不记得有没有直接造成他和娜亚的死亡。我怕真的与我有关，我不敢赌这个，不如逃跑，去开始新的人生。能理解。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好吧，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去案发现场，韦尔奇先生的住所。专家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到了，还记得这里吗？最近我应该经常来，对这里还有些模糊的印象。你应该说昨天就来过。对了，忘了提前介绍了，专家伪装的身份是阿霍瓦郡最知名的通灵者。那他实际上的身份呢？你马上就会知道的。我们进去吧。这里不对劲，有什么东西？不用在意。不过你的灵感很高，有些天赋。进来吧，绅士们，还等什么呢？戴笠，有什么发现吗？这里原本的灵都消失了，包括韦尔奇和纳亚的。现在的小家伙们什么都不知道。还真是棘手啊。你好，女士。这是克莱恩·莫雷蒂，3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但遗失了记忆。我也许能从他身上发现点什么。准备好了吗？准备什么？不用紧张，请坐。你是第一次吗？有些紧张。不用担心，我不会粗暴地对待你，毕竟你不是敌人。那会让你不太舒服，感觉疼痛，甚至留下后遗症。我会给你一些香味，足够的温柔和引导，让你一点点放开自己，真正沉浸入那种感受。轻轻的，慢慢的，在安宁和惬意的香气中，你会爱上那种感觉。不要奇怪，和风暴之主教会的那帮家伙不同，在我们这里，女士也是可以口头调戏别人的。关于这点，你应该能理解。你母亲是女神虔诚的信徒，你和你哥哥也读过教会的周日学校。我真的没有多想，真的，只是听起来怎么这么……放心，戴笠一般很少这么做，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平静和放松下来。他其实更喜欢尸体。队长，你说的像我是个变态。通灵要真正开始了。这是安曼达纯露，赫密斯语里“宁静”的意思。这是灵之眼，通灵的好帮手，也是
迷人的花茎。正式认识一下我真正的通灵者戴笠·西蒙尼。人的思维就像大海，自己能够了解到的只是浮出水面的岛屿，但你是身体的灵，掌握着整片大海的秘密。但我还是能冷静理智的思考啊。凡存在过的，必留下总之，先不要暴露我的异常，就装作被通灵了的样子。小家伙，告诉我，昨晚发生了什么？没有，我记不起来了。那本笔记去哪儿了？我忘记了。你还记得什么？我不知道，不知道。好了，结束了。回去吧，回去吧。你怎么用了心理炼金会那帮疯子的理论？我觉得挺正确的，至少符合我所看见、所接触的一些事情。喝杯水吗？先平静一下。刚才怎么了？事情结束了，刚才发生了什么？可爱的小家伙，你一直在回答不知道、不清楚，想回家呢。我感觉自己睡了一觉。才没有说想回家，不过看来成功混过去了。就这么认为吧，只能从别的途径来寻找那本笔记了。什么痕迹也没留下，背后一定有非凡力量的影响和干扰。队长，带他回去吧，暂时没有理由再怀疑他了。戴笠，你已经调去了贝克兰德教区，不用再称呼我队长了。你永远是廷根市职业者小队的一员。哼，这是你说的，我也更喜欢这个身份。当然，如果你有空，随时可以回来看看。好了，我要休息了。辛苦了，我先送他回去。小家伙，还有什么事吗？我是通灵者戴笠，住在恩马特港，这次来协助邓恩的工作。就这些，还是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当然，希望下次不要再凶案。小家伙，还有什么事吗？我们是从廷根市职业者小队成长起来的同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倒是很好奇邓恩的回答呢。小家伙，还有什么事吗？我用了一些小技巧来获得我们想知道的答案。但因为一些无聊又严肃的保密协议，我不能告诉你更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去问邓恩吧。小家伙，还有什么事吗？克莱恩，调查结束了，但你必须保证要对这起案件保密，
连家人都不能告诉。我明白，只要我保守秘密，就不会有其他问题了，对吧？理论上是这样，但是非凡的领域总是扭曲和违背常理的，它的影响与结束，都不是我们能够预见和控制的。昨天还清醒健康的人，也反复确认过没有任何邪灵的遗留，过段时间，就有可能把自己掐死在家里。就像维尔奇和娜亚那样。你可以考虑加入我们，成为文职人员。如果有危险的征兆，我们也能够及时发现，或者直接成为非凡者。毕竟我们不是你的保姆，不能整日整夜地看着你。加入廷根市职业者小队，成为非凡者，我可以吗？看情况。但成为职业者，你会失去很多，比如自由。非凡也不是一条安全的道路，或者说，它更加危险不可控。更危险？为什么？这不是你需要了解的事情，也不是你能够了解的事情，除非你成为我们的一员。这是一个邀请，你是历史系的学生，又足够幸运和聪明，我们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才。那你们的薪水和待遇怎么样？文职人员一般周薪2磅食宿乐，另外还有食宿乐的保密和风险补贴，不比大学讲师差多少。这是个令人心动的邀请。走吧，我先送你回去。谢谢你，我会好好考虑的。戴丽说，你身上没有诅咒或恶灵的痕迹，应该很安全，放心吧。戴丽女士也是职业者，看得出来你很信任她。是的，她是一个天才，而且职业者必须无条件相信队友。在非凡事件中，信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听起来很令人向往。不用着急，考虑好以后，到佐特兰街36号2楼黑鲸级安保公司找我。好了，克莱恩·莫雷蒂先生，祝你今晚依旧有个好梦。终于到家了，维丽莎还没回来。想睡一会儿，但先梳理一下信息吧。今天发生了好多事。我想想，我被卷入一起诡异的事件里，相关的人都离奇自杀，我却死而复活了，真是恐怖。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和线索，我被职业者拜访调查，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因为那本丢失的安提戈努斯笔记。为了我的安全，邓恩先生邀请我加入他们，成为职业者的一员。虽然是作为文职人员，但也有不错的薪水，令人心动。我被卷入一起诡异。这枚金币，似乎感受到了一些情绪，这种怀念的感觉。床硬邦邦的，有点不太习惯。睡醒又饿了，转运仪式用的面包
刚好可以吃掉。收拾收拾，准备出门吧。不错，看不出这是个昨天刚死过的倒霉蛋。让我想一下，今天应该……既然决定了，就不再犹豫。从各个方面来说，加入职业者都是现阶段最好的选择。邓恩先生说，去佐特兰街36号2楼黑金界安保公司找他。廷根大学的讲师面试也在今天。虽然已经决定加入职业者，但还是要去一趟学校取消面试，这是礼貌。毕竟是科恩导师推荐的工作机会。如果加入职业者不顺利的话，还可以直接去大学面试。旁边是黑夜教堂，以前母亲常常带我们来祷告。是教堂的唱诗班，他们在唱黑夜女神的颂歌，真是令人安心的旋律。不早了，赶快去黑金界安保公司找邓恩先生。佐特兰街36号。穿过这片集市就到了。安保公司应该是伪。哎，你是谁？你好，我是克莱恩·莫雷蒂，是邓恩·史密斯先生邀请我来的。队长？哦，是的，他有提到过你。稍等一下。莫雷蒂先生，请跟我来。队长今天值守查尼斯门，不能离开。好的。查尼斯门。我是罗莎，以后我们就是同事啦。希望能有这个荣幸，但还得看邓恩先生的决定。放心，能让你直接来这里，说明队长同意了。终于结束了。早上好。罗莎，科恩离，值班辛苦了。刚才的是科恩离，不久前从文职人员转为了正式的职业者。他有位美丽的未婚妻，最近为了婚礼在努力攒钱。罗珊，你知道昨天的案件档案放在哪里了吗？那起纵火案，我把它收进文献室了。好，我去找找看。我帮你，我记得它的位置。那起案件怎么了？虽然已经结案，但我隐约觉得遗漏了什么，想继续调查看看。一定要小心啊！不用担心。说起来，这是我们的新人，挺帅气的嘛。都邪恶吗？2缺1。我就不了，我要先送新人去入职，队长还等着呢。西佳，你去吧，待会儿我帮你把案件资料带上来。那行。就来一把，现在是休息时间。我们走吧，还得下几层楼梯呢。哎，小心点！虽然我经常走这里，但我还是害怕摔倒，咕噜咕噜滚下去。伦纳德就干过这种蠢事，他在成为不眠者的第1天就试图以冲刺的速度下楼，然后他就变成了车轮，想想就好笑。
吓我一跳！弗莱，你在这里做什么？找你证据。证据？这是证据？这是受害人。那是弗莱。别看他这样，其实是个挺好的家伙。以后介绍给你认识。左边通向的是圣塞琳娜教堂和炼金室，往右是武器、材料和文献库。沿这条路直走就是查尼斯门。希望德恩队长别等急了。我一直都有点怕队长，虽然他很和蔼，给我父亲的感觉，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害怕。害怕父亲不是正常的吗？有道理。到了，这就是查尼斯门，队长就在旁边的值班室。你自己进去吧，我去找西家要的资料了。好的，麻烦你了。感觉新同事们都很不错，有趣又有个性。1、2，这扇门上有7枚黑暗圣辉。这是查尼斯门，名字来源于职业者体系的创立者查尼斯大主教。邓恩先生，你来的比我预想的要快。考虑好了，要加入还是要拒绝？那你看下这份契约，现在大家喜欢叫合同。欢迎你，克莱恩。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今天是你第1天入职，可以先熟悉一下。待会儿你先去找老尼尔，让他给你安排文献阅读的工作。毕竟你是历史方面的专业人士。老尼尔曾经是正式成员，只是年纪大了，不再适合处理案件。但他不愿意休养，只希望与文献典籍作伴。另外，你还需要每天出去走一走，尤其是维尔奇家到你家的各种道路。维尔奇和纳亚的案子已经完结，但那本安提戈，我们怀疑你当时带着它离开，但在回家途中将笔记隐藏，所以我们才没能在你身上找到线索。这可能也是你为什么不在现场，而是在家里自杀的原因。虽然你被未知力量影响，完全遗忘了这段记忆。但人的灵和大脑很奇妙，也许还有些痕迹残留。我确实什么都不记得了，戴丽女士的能力也没发现什么。戴丽用通灵者的手段无法发现，不表示他们就绝对不存在。或许在熟悉的、关键的地方，你会出现似乎见过、做过什么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收获。毕竟，那本笔记很重要。我明白了。跟我来值班室坐着说吧。啊，我的烟斗放哪儿了？不用着急，有很多事我们会慢慢告诉你，你有足够的时间。坐吧，克莱恩。您之前说的非凡者和非凡能力是什么？你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职人员，但是否能成为正式的非凡者？还要看之后的际遇。非凡者和你想象的并不一样，我们一直在与危险同行，所以你一定要谨慎选择。职业者以及其他类似的审判机关里，每年处理的非凡事件中，有1/4是非凡者的失控。因为承受不住力量而发狂，因为听见未知存在的异语而堕落，因为精神崩溃而人格扭曲，精神死亡，身体崩溃。
而这些失控者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队友。力量必有代价，我们在追求力量的同时，也在累积疯狂，累积失控。听见别人无法听见的声音，看见别人无法看见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受到神秘的引诱和虚幻的蛊惑。一旦失误，就会一步步走向失控。现代职业者体系的创立者查尼斯大主教曾经说过，我们是守护者，也是一群时刻对抗着危险和疯狂的可怜虫。对了，3年前有位新任大主教带着一件0级封印物失踪，通缉令在桌上，要记住他的样子。就这么多，去找老尼尔吧，他现在应该在武器库值班。哎，等一下，我忘了件事情。你去老尼尔那里的时候，记得领取一些猎魔子弹。韦尔奇家丢失了一把左轮手枪，应该还在你那里吧？是的。不用上交了。手枪配合猎魔子弹后，真遇到什么危险，你也能保护自己，或者给你勇气。你再去找会计奥利安娜太太预支4周的薪水，之后每周只领取1半的薪水，直到偿还完。太多了，我可以先少领一点。不，这是必须的。你想想，你还愿意住现在的公寓吗？连盥洗室都要和好几户公用，而且你也需要一套自己的正装。好的，邓恩先生。你应该称呼我为邓恩队长了。好的，邓恩队长。你自己过去吧，我还要继续值班。罗珊之前说武器库在哪儿来着？下楼梯之后往右走。你就是克莱恩·莫雷蒂？刚才小罗珊过来说你很有礼貌。罗珊小姐真是位友善的人，打扰了，尼尔先生。跟他们一样，叫我老尼尔就行。来杯手磨咖啡吗？请给我来一杯，昨天实在没睡好。好的咖啡需要等待，不用管桌上的材料，熟悉一下。我还没看完呢。以后你需要经常在这里值班。神秘学入门，符咒大全，第4季秘史，好多书啊！门后是武器库，小心点儿，尤其不能在这里抽烟。好了，尝尝吧。好香的咖啡。不错，很有品味。还是年轻好啊！如果我晚上没睡好，就会听到一些莫名存在的低语。邓恩队长让您安排我的工作，我该先解读哪些文献和书籍啊？一些历史有关的东西，例如人们的日记、流行的书籍、墓志铭等等，复杂又零碎。比如我手上的这些，就需要更加详细的历史记载和解读来推断具体内容。这是罗塞尔·古斯塔夫的日记。
那位疑似穿越者前辈的罗塞尔大帝？这位传奇的因蒂斯皇帝使用自己发明的奇妙符号来记录信息，很多人认为这是他的笔记，但我已经解读出了其中几个符号，确认那是数字的表达，发现这其实是一本日记。我希望用当时历史事件的日期与对应日期的日记做对比，从而解读出更多的符号。天才的思路，对吧？你也可以看看，明天就得开始帮我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这是中文，还是简体字？11月18日，一个异想天开的实验和偶然的失误，让我发现了一位困于风暴之中、迷失于黑暗深处的可怜家伙。他是幸运的，他遇见了我，这个时代的主角。1184年1月1日，盛大的新年晚会，弗罗纳尔夫人真是一个英雄。我说过10000遍了，魔药的关键不是掌握和挖掘，而是消化和扮演。魔药的名称也不仅仅是核心象征，还是具体意象和消化的钥匙。当初的选择还是太草率了，现在看来，不管是学徒还是占卜家，或者偷盗者，都更加好。可惜，没办法再回头了。没办法再回头了。克莱恩，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开始发呆了？这个，我以为自己会是最特殊的那个，想马上试着破译和解读。真是年轻人呐！我也曾以为自己是最特殊的人，但很多人研究一辈子，也只能看懂上面几个单词。大帝真是我的穿越者同胞，那我能从他的日记里获得一些珍贵隐秘的信息，甚至回家的线索。魔药的关键不是掌握和挖掘，而是消化和扮演。是什么意思？这个日记还有其他的吗？就这几张，或许盛唐还有一些。另外就是那些黑市和隐秘组织里可能会有。你以为这很容易搞到？或许我可以在塔罗会发布寻找罗塞尔大帝日记的委托任务。对了，还有这些子弹，这是你的入职物资。拿好了。作为一名职业者，你有了自由使用手枪和攻击敌人的权限。但是首先你需要好的枪法，不然你的子弹会先打中队友，或者你自己。好的，我会记住的。好了，新人，回去好好睡一觉。你的工作明天才正式开始。非常感谢。对了，请问会计太太在哪里？奥利安娜，她通常只会待在楼上，你去看看吧。好了，你自己过去吧。上楼找找吧。下午好，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伦纳德·米切尔，序列巴的午夜诗人。跟邓恩先生一起上门调查的另一个警察，他果然也是职业者。我以后也在这里上班了，请多多指教。你好，克莱恩。我对你印象很深刻。
有种特别的气质。遭遇了那样的事件，你还能活着，这本身就足够特殊了。我也觉得我足够幸运。很想和你再聊一会儿，但我要去替换队长值班了。再见。序列8，午夜诗人，伦纳德。你看出来什么没有？果然，他并没有什么特殊。还是赶紧去找会计太太吧。会计太太在哪里呀？罗珊也不在。这么大一间厕所，厕所？等等，这里是男厕还是女厕？是奥利安娜太太吗？我是新来的克莱恩·莫雷蒂，邓恩队长让我来预支4周的薪水。是我，欢迎你，克莱恩。你真幸运，今天有足够的现金。1磅是20苏勒，1苏勒又等同于12便士，而这里1便士的购买力，相当于穿越前的3、4块钱。那12磅就是240苏勒。或者2880铜便士，换算成穿越前的钱有1万多。克莱恩，你是因为被协议事件波及，本身也有特长，才被队长邀请的吗？啊，是的。我也是这样的。你也经历了诡异可怕的非凡案件。你知道16年前轰动了整个廷根市的那个连环杀手吗？记得，就是连杀了5位少女，拿走她们不同器官的血腥屠夫。小时候，母亲经常拿这件事吓唬我妹妹。如果不是职业者们及时赶到，我就是第6位受害者了。凶手是非凡者？是的，他之前杀的人还有很多。那次他在准备一个协议的仪式，所以才会被职业者抓到。难怪要不同的内脏器官。抱歉，让你回忆起不好的事情了。我早就不怕了。这里真的很不错，克莱恩，欢迎你的加入。谢谢，明天见。真不错，福利待遇都很丰厚，同事们看起来也很友善，还提前预支给我这么大一笔钱，哼，得请梅丽莎他们吃顿好的。但我要先去取消廷根大学的面试，毕竟是导师介绍的机会，去打个招呼，这样才礼貌。我现在有钱了，坐马车去。先生，要去哪里？比霍伊大学大多了，应该去哪儿？问问工作人员好了。你好，请问应该去哪里参加今天大学讲师的面试？您是来参加面试的？
我已经得到了其他的工作，所以来取消今天的面试。要取消吗？多好的机会，这太可惜了。确实很可惜。今天的面试在行政办公室，你沿着主路一直走就到了，真好啊！如果我儿子也能像你这样，有一份正经的、体面的工作，那我做梦都能笑醒。应该就是这里了。来面试的，面试还有1小时开始。您好，我是克莱恩·莫雷蒂，霍伊大学科恩资深副教授的学生。我记得你，我看过你的推荐信，但有什么事吗？我并不负责面试。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来取消今天的面试。哦，这样啊。恭喜你，真是个有礼貌的年轻人。我会通知教授先生和资深副教授们的。莫雷蒂，你找到别的工作了？啊，导师，科恩教授，你好。导师，你怎么在这里？我的导师昆汀·科恩先生，希望他不要责怪我突然取消面试。我和阿兹克来参加一个会议，你找到了什么工作？是一家做古物寻找、收集和安保的公司，他们需要专业的顾问。您知道的，我喜欢探索历史，而不是总结历史。总不能说我被奇怪的事件缠上，为了保命不得不做了这份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能记得来大学通知他们，而不是直接缺席，我很满意。阿兹克，你怎么还不进来？你好，克莱恩，好久不见。啊，你们聊吧。我有个问题找哈文。上次那个论题，上午好，你还有什么新想法？没想到阿兹克先生也来了，他也是霍伊大学历史系的教员，以前帮我很多。克莱恩，你知道韦尔奇和纳亚的事吗？我看报纸说他们被入室强盗杀害了。报纸上写的很残忍，真是令人心痛的事件。应该是邓恩队长他们对案件真相进行了隐瞒。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这类事件确实不能让普通市民们知道。不过，老师们会不会听说过那本笔记？前段时间，韦尔奇得到了一本第4季的笔记，找我一起解读。我去了几次后，忙着工作的事就没再去了。昨天警察也来找我调查过。那本笔记的名字叫《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安提戈努斯？您听说过这本笔记吗？我没有印象，或许阿兹克先生也不知道。我对韦尔奇他们的事感到悲痛和遗憾。会议要开始了，阿兹克，我们不能耽搁了。克莱恩，有事记得写信给我们，地址依然是霍伊大学历史系办公室。好的，再见，导师阿兹克先生。
金币指向的位置。接下来又能见证什么历史呢？有些期待了。On house cutone, ligambo desi kerja。工作的事情总算搞定了，时间还早，可以回家做顿大餐，晚上和梅丽莎一起庆祝我得到了一份好工作。也可以像邓恩队长说的那样，在路上随便逛逛，说不定就碰到笔迹相关的线索了。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晚上吃什么呢？想吃肉了。有什么不对劲？镇定，镇定。不对，有人在注视我，打量我，监视我。对方应该是非凡者，第六感告诉我，危险，不能惊扰到对方。邓恩队长想要笔记的线索，这可能就是线索。正好有马车夫。先生，要去哪里？我还无法应对非凡者，或许应该回公司向职业者同事们求助，但还不知道对方的真正图谋，这可能会使我暴露，被他逃走。先生，要去哪里？去香槟街，香槟街距离黑夜女神教堂很近，但又属于公共场合，我去那里是合理的。在教堂附近会更安全，也容易通知到职业者们。好的，您上车吧。如果我也是非凡者的话，就不会这么慌张了吧？那种被注视的感觉没有消失，非凡者能跑得比马车还快。就这么慢慢的把对方引去教堂附近。这也是非凡能力吗？唱诗班的歌声，教堂在这个方向。试着借助歌声找到正确的路。歌声在前方。等等，有埋伏，要小心。歌声还在前面，继续前进吧。歌声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啊，歌声就在前面。越来越近了，继续往西北方向走。歌声更响亮了，继续向前。歌声越来越清晰了，教堂很近了。歌声仿佛就在耳边，教堂就在眼前了。危险，得先解决面前的怪物。
这又是什么情况？这是怎么了？我能做点什么吗？要不要把他们移到隐蔽些的地方？这是什么怪物？但他刚刚出现的时候还是个人类，他现在看起来很痛苦。难不成是邓恩队长提到过的非凡者的失控？但是，他又为什么会突然失控？队长怎么看起来像是睡着了？这就是邓恩队长的非凡能力吗？带敌人入梦，甚至捏造一个上次那样奇异的梦境。队长，科恩离，控制现场。没事了，克莱恩，先回公司。周围突然全是大雾，他从雾里出现变成怪物，我只能往教堂的方向逃跑。克莱恩，你的判断很正确，是教堂附近的同事发现了你的异常，我们才能及时赶到。你可能有很多疑问，刚好现在是休息时间。队长，他来自密修会，一个建于第4纪的古老组织。安提戈努斯笔记原本被他们掌控，但因为一位成员的疏忽，笔记进入古物市场，被维尔奇得到。现在他们不得不派人到处追寻。这群家伙就像下水道的老鼠一样善于躲藏，我们能抓住一只，真是意外收获。这多亏了你的机警，这是属于你的功劳。那样的怪物是人类，他失控了。很聪明。他在跟踪你的过程中突然失控，精神发狂，身体也异变成了怪物。克莱恩，非凡的道路上充满诱惑与危险，一不小心就会堕落失控。你一定要记住。队长，刚才街道上突然起了大雾，附近的人全都不见了。还有，那么大的怪物倒在路上，但周围的人像是看不见一样。这都是神奇物品的能力表现，我们官方一般称作封印物。之前我好像忘记解释了，不同的封印物有着不同的作用，例如隐秘一块区域，或者让目标陷入迷雾迷宫的幻觉。跟踪你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无法完全掌控封印物的能力而失控的。这类物品往往强大又危险。封印物也会导致非凡者失控？是的，但不用太担心，只要使用和封印得当，
它们在特定情况下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不过，你是怎么摆脱封印物影响的？你只是个普通人，却在迷雾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我在雾中听见了女神的颂歌，而我曾看到唱诗班们在教堂附近练习这首歌。原来是这样，赞美女神。或许是女神注视着她虔诚的信徒，在迷雾中引导了你。队长，刚才街道上突然起了大雾，附近的人全都不见了。还有，那么大的怪物倒在路上，但周围的人像是看不见一样。这都是神奇物品的能力表现，我们官方一般称作封印物。之前我好像忘记解释了，不同的封印物有着不同的作用，例如隐秘一块区域，或者让目标陷入迷雾迷宫的幻觉。跟踪你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无法完全掌控封印物的能力而失控的。这类物品往往强大又危险。封印物也会导致非凡者失控？是的，但不用太担心，只要使用和封印得当，它们在特定情况下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不过，你是怎么摆脱封印物影响的？你只是个普通人，却在迷雾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我在雾中听见了女神的颂歌，而我曾看到唱诗班们在教堂附近练习这首歌。原来是这样，赞美女神。或许是女神注视着她虔诚的信徒，在迷雾中引导了你。队长，刚才街道上突然起了大雾，附近的人全都还有，这都是神奇。不同的封印物有着不同的作用，例如隐秘一块区域，或者让目标陷入迷雾迷宫的幻觉。跟踪你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无法完全掌控封印物的能力而失控的。这类物品往往强大又危险。封印物也会导致非凡者失控？是的，但不用太担心，只要使用和封印得当，它们在特定情况下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不过，你是怎么摆脱封印物影响的？你只是个普通人，却在迷雾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我在雾中听见了女神的颂歌，而我曾看到唱诗班们在教堂附近练习这首歌。原来是这样，赞美女神。或许是女神注视着她虔诚的信徒，在迷雾中引导了你。队长，他来自密修会，一个队长，把这瓶药剂喝了吧，会让你放松一点。怎么样了？感觉好多了，谢谢队长。考虑到灵感提高后对寻找笔记的帮助，以及可能的潜藏的危险，你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在漫长的实验和摸索中，人类形成了一些逐阶提升、稳定增长的序列链条，也叫做非凡途径。普通人类通过服用魔药成为非凡者，其中最低的品阶是序列9，序列数字越小，魔药品阶就越高。你希望成为一名非凡者吗？只能从不完整序列里挑选起始的非凡者。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继续积攒功劳，等到它足以让你成为不眠者。黑夜教会掌握着它的完整序列，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但你有天赋，又有了这份功绩，短时间内你就遇到了多次危险，但我们不可能时刻保护你，你需要有自保的能力。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直做文职人员，毕竟你已经见到了非凡世界有多危险。但最近的事件，更像是危险在追着我跑。我现在能从哪些序列9里挑选？窥秘人、收尸人，还有占卜家。我想知道，
这是老尼尔所在的途径。窥秘人了解和掌握魔法、巫术、占星术等神秘领域，擅长仪式魔法，但他们很容易感知到隐藏于事物背后的某些存在，必须小心翼翼，对非凡力量充满敬畏。这条途径你应该比较熟悉，戴笠目前就是这条途径的序列7通灵者。收尸人了解很多不死生物的特点和弱点，能被无智慧的亡灵误认为同类而免遭袭击，并能直接看到部分恶灵。除此之外，他们也会获得一些身体素质上的提升，能忍耐寒冷、腐烂和死亡气息的侵蚀。这条途径我们了解的并不多，擅长占卜、灵视以及类似的能力，并且精通神秘学知识。但这个序列缺乏直接的对敌手段，而且我们只有它的序列9配方。圣堂有没有藏着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当然，不是说你服下魔药就会立即了解并掌握力量，魔药只是让你具备学习这些能力的资格。听起来都很好，不用急着选择，平静下来，问问自己的内心。整理一下思路吧。首先，我成为非凡者的主要目的是……哼，只有进入非凡的世界，才有可能得知穿越的真相，才能回家。然后，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最需要的途径能力是……是的，我需要选择一条能帮我更好地研究、理解、掌握神秘学知识的非凡途径。那么我应该选哪条途径呢？序列魔药都很危险，而我无法获得更多信息了。在这些前提下，我相信穿越者前辈留下的信息。我选择赌一把。想好了？我已经决定好了，我选择占卜家。为什么选择占卜家？提醒你，一旦服用了魔药，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我知道，但我尊重内心的声音。好的，你去找老尼尔吧，也可以休息1-2天再去。我感觉还好，我现在就去。等等，还有件事。你拿着这个去找老尼尔，他就明白了。好的，队长。哎，对了，我又忘记件事。队长好像记性不太好。你成为非凡者是基于应对危险和寻找笔记的需要。之后你需要跟随老尼尔额外学习神秘学知识，这个你们自己安排时间。有问题吗？队长，还有别的事吗？哦，还有一件事。果然，这次密修会的行动失败了，但是他们可能会继续派人来跟踪你，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我会注意的。没事了，去吧。希望这次是真的没有别的事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上了非凡之路，但只有尽快变强，才能在面对危险时有更大的生存概率。克莱恩，你怎么又回来了？队长说破格让我成为非凡者，我现在去找尼尔先生。啊，你刚加入公司，这么快就……可能因为我十分迅速的又被卷入了一起危险的非凡事件。好可怕！不过曾经涉及非凡的人，是会有更高概率再被非凡事件影响。但是，我的女神啊！
你知道那有多么危险吗？队长没告诉你吗？非凡者的敌人不仅仅是邪教徒、黑巫师，还有自己，几乎每年都有人失控和牺牲。你不害怕吗？不考虑家人的感受吗？罗珊，停一下。好吧，抱歉。我的父亲曾经是职业者正式队员，5年前牺牲在了一次非凡事件里。因为他的事情，我在类似问题上总会有点激动。但是坦白讲，我尊敬每一位自愿成为职业者的人。我能理解。老尼尔应该在炼金室里，你直接去找他就好。愿女神护佑你。罗珊的父亲，难怪他这么激动，要成为非凡者了。哦，还是有些紧张。小家伙，怎么又回来了？你明天才开始工作。德恩队长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这么快就出事了？你确实应该成为非凡者，这样才能更从容地应对那些古怪诡异的事件。我选择了占卜家。不错，不从众，和我当年一样有性格，而且足够幸运。占卜家的魔药材料还剩2份，否则就要等很久了。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你把材料拿过来吧，就在那边的柜子里。占卜家，在这里，贴着标签，放得整整齐齐。我瞧瞧，齐了。低序列魔药的配置很简单，不需要特别的火焰或咒语，至少序列7以下是这样的。只要按照配方上的顺序，将材料按分量依次加入，再搅拌一下就可以了。我会教你的，准备好了吗？好了，你的占卜家就这样喝下去吗？不需要另外的准备，比如仪式或者祈祷？准备？那你先来杯因蒂斯的奥尔米尔葡萄酒，再抽上一根迪西雪茄，然后哼一段悠扬的旋律，跳一支轻快的宫廷舞。你喜欢踢踏舞也可以，最后再来句昆特牌。如果你感觉紧张的话，年轻人，不要犹豫，越犹豫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影响魔药的吸收。一口气灌下去好了。视线是不是不正常了？并且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对，我该怎么做？这是因为魔药的力量有溢出，并且你缺乏控制的办法。我现在教你冥想，按我说的做。在脑海里想象一件常见的物品，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上面，不断重复和勾勒这件物品。常见的。然后将勾勒出的物品用一件世界上不存在的、凭空想象出来的物品替换掉。不存在的，凭空想象出来的。地球上的东西算不算？导弹不行吗？换一个吧。
是感觉好一点啦？好多了，谢谢。很好，不愧是占卜家，进入冥想很顺利，只比我当初差一点点。恭喜你，新的非凡者，我们的占卜家。我感觉很不错，而且脑袋里似乎多了一些占卜家的知识。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既然这样，我教你神秘领域最简单常用，后续也最有前途的能力——灵视。闭上眼睛，双手抬起放在眼前，十指相对，但不要碰到。睁开你的眼睛，将视线焦点放在手的后方，慢慢移动。我的手指间有颜色，你看到了自己气场的颜色，这就是灵视。不同颜色有不同的含义，代表着情绪或者身体的状态。多来几次，看看别的地方。你背后有双眼睛。啊，不用管它，只是一个仪式魔法的表征。好神奇的感觉，我是非凡者了。你很有天赋，但每次过分练习或者使用灵视后，都需要通过睡眠来恢复灵性。你可以回家休息了。我感觉现在状态不错，我还想学得更多些。贪心的小家伙，那再教你一个有趣的技巧。来吧，在其中一杯里放入不好的事物，但不要告诉我。不好的事物，具体要放……让我给咖啡加点料。鞋底好脏啊，得洗洗了。要放在哪杯咖啡里呢？好了，去告诉老尼尔吧。弄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么快？左边这杯里有不好的事物。猜对了。我可不是猜的，这是占卜里的灵摆法，依靠本身星灵体与灵界星空的联系，借助自然材质与灵性的沟通，来占卜事物的好坏。通过你的水晶？是的，水晶逆时针转动为坏，顺时针为好，不动就是不好也不坏。逆时针否，顺时针是，也可以解读为不顺利和顺利。这块灵摆就送给你了，更细节的你自己去体验吧。所以，你在咖啡里放了什么？只是鞋底的一点污泥，它的颜色和咖啡粉的颜色差不多，差不多。哼，还不把它拿去倒掉？我累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放那种东西，亏你想得出来。你怎么还不走啊？又累又饿。很好学嘛，不错。灵视看到的颜色代表你的气场。神秘学一般将每个人非肉体的部分分为了4层，最核心叫精神体，是每个人最根本的灵性。对于窥密人来说，冥想和提升力量的方式都指向它。精神体之外是心灵体，
它是前者与灵界、星界沟通的方式，也与意志和情绪有关。占卜和别的许多魔法都是通过星灵体来施展的。再往外是心智体，从这里开始与肉体有了结合，它涉及头脑，属于推理、思考、洞察和认识事物能力的综合呈现。最外层是以太体，它是你生命能量和肉体状态的表现。你看到的气场颜色就是以太体的外显象征。也就是说，你用灵视，除了能直接看到一些灵体、鬼魂和怨灵，还能看到以太体，可以通过气场不同的状态来判断对方的健康和情绪。等你更加熟练后，还能看到更多，很有用的技能，对吧？你怎么还不走啊？你现在已经是非凡者了，但如何真正掌握魔药的力量，还需要你自己去挖掘它的象征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小心规避失控的风险。魔药象征的意义在它的名称中。作为占卜家，你可以多想想这个名字的象征含义。但罗塞尔大帝在他的日记里说，魔药的关键不是掌握和挖掘，而是消化和扮演。难不成我需要扮演占卜家？你怎么还不走啊？谢谢你，感觉我又学到了很多。不早了，我先回家了。晚上吃些什么呢？安森，欢迎回家。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可以去车站接你。别担心，我还不至于找不到回家的路。克莱恩，你的面试怎么样了？非常差。事实上，我根本没参加面试，我提前找到了其他工作，今天刚入职，周薪3磅。3磅换算成穿越前的钱，应该是周薪2000多的样子。这还只是刚开始。真不错。不过你回家这么晚，刚工作就要加班，那些可恶的老板。今天是意外情况，以后应该不经常这样。我挺喜欢这份工作，有种看见孩子长大的感觉。今晚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让我来露一手，这次出差我学了一些新菜式。等等，班3的厨艺……我突然想起来，为了庆祝，我们还需要梅丽莎喜欢的柠檬蛋糕，当然也少不了姜汁啤酒。而且斯林太太一直挂念着你，刚好你可以顺路去买些东西，陪她聊几句。那晚餐交给我。我现在做饭的手艺也很不错，放心。真是长大了呀。做点什么好呢？首先得有肉，之前刚购置过一些食材。
有肉也有菜。很不错。好香啊！快来，来尝尝你哥哥我的厨艺。这都是你做的？嗯。还有这个。难不成，克莱恩，你面试通过了？我想我做不了大学讲师了。是啊，本以为家里能出一个大学教授呢。没关系的，克莱恩，不用着急，我们可以再看看其他机会。但我得到了一份其他的工作，他们还预支了我4周的薪水。女神啊，你找了什么工作？一家以古物寻找、收集和保护为使命的安保公司，他们需要专业的顾问。好啦好啦，哎呀，赶紧开始享用晚餐吧，我真的太饿了。姜汁啤酒，我可太想念这个味道了。梅丽莎，我没有啤酒，你有这个。谢谢。啊，我有礼物给你，克莱恩，祝贺你找到工作。好吃。赞美女神。来，庆祝克莱恩找到不错的工作。庆祝未来更好的生活。干杯！干杯！晚安，我去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学。晚安。感觉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怎么了？担心即将到来的工作？有点儿。最近发生了太多事，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诡异的笔记，成为职业者和非凡者，哪件事都没办法跟班森商量。我明白的，克莱恩，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如果你实在慌张，就把所有人想象成卷毛狒狒。当然，其实很多人的智商还不如卷毛狒狒。满公司的卷毛狒狒，谢谢你，班森。睡吧睡吧，明天真的要正式上班了。晚安，克莱恩。
破碎的画面拼凑不出完整的故事，赶快进历史里看看吧。On house cutone, ligambo desi kerjam。体面的工作需要体面的衣服，是时候给你置办一套像样的正装了。预留好新家房租后，应该还剩下不少钱，足够每人都买一套新衣服。我和梅丽莎都不着急，但你正需要这些。要知道，在正式的社交场合里，你的衣服、礼帽甚至皮带的价格都有可能影响到你在别人眼中的价值。克莱恩，这就是社会的规则。欢迎来到大人的世界。早上好，先生们，想买点什么？你好，我们想给他买套正装，有什么推荐吗？哦，这边是店里最热销的款式，正适合先生这样年轻帅气的绅士。如果买一整套，还有折扣优惠。如果有兴趣，您可以直接试试看。您的眼光真不错，这件衣服裁剪利落大方，设计低调沉稳，适合各种场合。确实有种成熟、值得信赖的感觉了。看起来太成熟了，成熟到我想喊你一声哥哥。这套衣服名为新叶，据说设计师使用了春天新嫩绿叶的概念，整套气质清新活泼。克莱恩，你觉得呢？还不错吧，但是不是有点太华丽了？它是从因蒂斯进口，现在最潮流的款式。马甲边缘用了金线点缀，领口也用了真正的宝石来装饰。而且它只要12磅，只要12磅。您就会成为社交场合里最亮眼的那位绅士。但我感觉领口有点紧，胸口也闷得难受，还有袖口这里。确实，这么花哨的衣服可不适合穿去公司工作。毕竟雇主们往往更喜欢稳重一些的员工。曼森，你觉得呢？感觉都不太合适。你们这儿还有其他的款式吗？简单些就好，黑外套、白衬衣那种，再搭顶丝绸礼帽。我明白了，那您可以试试这一套。很精神，来转2圈给我看看。这套不错，很适合安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多少钱？这套正装基础包含外套、裤子、马甲、衬衣和皮靴，一共9磅。9磅啊！曼森，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克莱恩，这件衣服看起来有点旧，还落了些尘土。你看这里。
这是因为它作为展示品，穿在人偶身上，在橱窗放置了一段时间，绝不是什么旧衣服。一直放置在外面啊？哦，风吹日照的就会折旧，难怪衣角这片有些发白起线。您再看看这剪裁和布料，看看这位先生穿上后多有风度。这样吧，我再给您一个折扣，8磅。8磅吗？如果能再赠送这顶礼帽的话，那倒是合理的价钱。这有些……克莱恩，这套和刚才右街沃特先生店里的那套，你更喜欢哪个？不过沃特先生说还能再送个新领结，刚才我们去过右街。等等，8磅，就8磅，成交。感谢回顾，本店设计高端，用料讲究，价格实惠，欢迎下次再来。克莱恩，你就这样穿着去公司吧，回头咱们再洗洗熨烫一下就好。真不错，看起来是个靠谱又帅气的好家伙。我待会儿去趟廷根市改善住房公司，新家的事情就交给我和梅丽莎吧。那就麻烦你们了。这次你出了钱，我们出力气，这很合理。不过，我也得再努力点了。我打算再买几本会计方面的书籍，进行更深入的学习。我不希望再过5年，我的周薪还在2磅以下，家里经济支出全靠我的弟弟妹妹。不用着急，班森，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我先去公司了。工作可不能迟到啊！快去吧。我有件事情想要委托。你好，怎么称呼？有什么事要委托？你来得很准时。啊，抱歉，请继续。我叫克利，是烟草商维克罗尔先生的管家。维克罗尔先生唯一的儿子小艾略特今早被绑架了，我们已经报警，并且得到了警察足够的重视。那你来这里做什么？先生他并不放心，希望能从另外的方向进行调查和协助，确保小艾略特少爷能被安全解救。如果你们能找到绑匪藏身的地方，我们愿意付100磅的报酬。维克罗尔先生只希望我们找到绑匪在哪里。和南部种植园有密切关系的烟草商，应该不会认为他唯一的儿子只值这些钱。不，维克罗尔先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而且解救的事情，他相信警察们更加专业。但如果能顺利救出小少爷，他愿意将报酬翻倍，一次性付200磅。好的，没问题。美丽的小姐，麻烦你去拟定一份合约。不要总当自己是诗人，事实上你还是只会吟诵别人的作品。哎，小点声，还有客人在呢。啊，克利先生，您随便坐。克莱恩，跟我来一下。听说你已经成为非凡者了，真是令人称赞的速度。
因为一些意外与巧合，我需要尽快获得自保的能力。不用谦虚，你果然是个特殊的人。这个任务，我需要你的协助。我的意思是，这个任务由我和你一起完成。我的序列并不擅长找人，但这是占卜家的专长。和我合作完成这件委托，可以作为你的新人考察，这很合适。这也是队长的打算。麻烦您签署一下这份合同。好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寻人应该可以使用占卜家能力中的卜障寻路，但需要任务对象的贴身物件。我需要小艾略特贴身的某个东西，还需要照片。我们总需要知道任务对象的样子。我有携带小艾略特少爷的画像，还有他经常佩戴的风暴护符，可以吗？应该没问题。那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们的大占卜家。别这么叫我，怪怪的。小艾略特的位置。跟我来。有时候我很羡慕老尼尔，现在也同样羡慕你。这个不算难，只要愿意，你肯定能学会。你的灵感应该非常高吧？灵感高可不是什么好事情。残留的灵性痕迹在这里变弱了，得再占卜一次。找到了，这边。铁十字剑，这里人太多，追踪的痕迹被冲淡了。再占卜一次吧。我看到了，在这里。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老尼尔说过，占卜很消耗灵性。没关系，我还可以，尽快解决吧。痕迹又断了。不过应该很接近了，最后一次。到了，就是这里。到了，就是这里。但这里有2扇门，是哪一边？让我试试。小艾略特的位置。应该就在里面了，我看看。里面有4个人，其中一个气场矮小，
应该是艾略特，另外3个是绑匪。为什么要做绑匪？愉快的当文明人不行吗？接下来就是我的表演了，让我给他们吟唱一首诗歌吧。Di giovana Augusti, di lux donge, lusae consemen favor, desic libem licana。感觉很宁静。我最近在考虑申请一把菲内波特琴，吟唱诗歌怎么能没有伴奏呢？能公费报销吗？我听到他们都睡着了，你后退一点。你的驱雷这么暴力？这明明需要精准的控制。他们看起来睡得很香。你们是谁？哼，疏忽了，原来还有一个。那就速战速决吧。怎么都睡着了？混蛋，醒醒！这家伙的肩膀里还有子弹，不管了吗？唉，脏。绑匪总该吃点苦头，不是吗？你们是，你们是。对，你猜得很对，非常准确。我们是你父亲请来的安保人员，是来救你的，没事了。真的吗？我得救了。不用紧张，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父亲和老管家克利。要不我们来局昆特牌？克莱恩·莫雷蒂，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罗纳德。我们好像还不熟，不过好像忘记了什么。这次任务你们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克莱恩，你的占卜家能力在这类事件中很有用。等委托者支付报酬后，会再分发给你们一笔可观的额外经费。谢谢队长，我。这个感觉是，我消化了部分魔药。为什么？因为我成功扮演了一次占卜家。怎么了，克莱恩？抱歉，我只是突然感觉有点累。正常，你刚成为非凡者，又在任务中多次使用了占卜，应该消耗了不少灵性。回去好好睡一觉就好了。今晚你不用值班了。去跟科恩林换一下，现在就回家休息吧。那我呢？你早就过了不眠者的阶段，这种消耗对你来说算不上什么。不过我差点忘了，让你背诵的罗塞尔诗选怎样了？毕竟，午夜诗人需要使用不同风格的诗篇，才能对周围生灵产生不同的影响。唉，队长，你们慢聊。那我先回去了。祝好运，不会写诗的诗人先生。克莱，
你们聚在这里做什么？斗邪恶吗？当然不是，公司规定只能在娱乐室里打牌。我们在聊你这个幸运儿。幸运儿？我？你真是一个幸运的小伙，才加入我们多久就能遇上价值200磅的委托？我能分多少？按照一直以来的不成文的规矩，报酬要交1半作为小队的额外经费，剩下的由参与队员平分。可惜你不是正式队员，大概只能拿到10%。10磅，也不错了。我们1周都未必遇上1次委托，而大部分委托的价值在20磅以下。或许是那群绑匪太不幸运，他们只是普通人，需要同时面对2个非凡者。女神庇佑，希望这种送上门的倒霉蛋儿再多一点吧。科恩里，队长说让我跟你换一下晚上的值班，麻烦你了。明白，今晚交给我，你早先回去休息。谢谢，我先走了。这里是哪里？你是谁？这是什么？笔记。原来是这样，安提格努斯家族。你懂什么？很快了，很快我们就可以拿回属于我们的荣耀。感觉有什么不对，我忘记了什么？梦在提醒我什么？出现了，队长说过的，似乎见过什么、做过什么的感觉。这应该就是我们想要的关于笔记的线索，是安提戈努斯笔记，它就在绑匪对面的房间内。这一切都过于巧合了吧？我得去告诉队长他们。丹森，
你真是一个有良心、做事诚实的年轻人。而您，我们的弗兰奇先生，您真是一位优雅高尚的绅士。克莱恩，弗兰奇先生刚才慷慨地同意了我们提前退租的请求。感谢你，弗兰奇先生。安森是怎么说服这抠门房东的？好吧，我去拿纸和笔，我们来签署终止合约。你是怎么做到的？房租还剩6个月，提前搬家等于违约，要是被告上法庭，我们得赔一大笔钱。弗兰奇先生很容易被说服，毕竟他的智商还不如卷毛狒狒，没办法分辨太复杂的事情。确实，他经常和卷毛狒狒一样，只在乎摆在眼前的几根香蕉。我得去公司了，工作上有些急事。去吧，新家和退租的事都处理好了。今天我和梅丽莎会把东西全都搬到新家去。你下班后直接来新家就好，地点是水仙花街2号。好的，辛苦你们了。安森的口才都像是某种非凡能力了，他应该挺适合从政，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不过说起来，这个世界里还没有公务员这类体系和考试。早上好，你看起来很急切。队长呢？在他的办公室，昨晚是他值夜。作为一个不眠者，他每天只需要休息2个小时。哼，那些工厂主和银行家肯定最喜欢这种魔药。克莱恩，有什么事情？队长，我似乎知道那本笔记在哪里了。在哪里？昨天我和伦纳德解救小艾略特的地方，就在绑匪房间的对面，但当时我并没有察觉。然后我昨晚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得到了线索。队长，昨天让我背诵的诗，我已经全部记住了，需要检查吗？哦，看来我昨天错过了一个非常大的功劳。梦境总会有重要的预示，尤其对于非凡者来说。让科恩里替换老尼尔看守武器库，通知老尼尔·弗莱准备出任务。克莱恩、伦纳德，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好的，队长。出发，一切小心。我的梦和灵感告诉我，就是这里。你和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似乎有着某种宿命的羁绊，这样都能遇上。让我瞧瞧。里面没有人，也没有魔法的灵光，没有恶灵。克莱恩，你和老尼尔退到我们身后。好像某种无形的蜜蜂消失了。好臭！尸体，腐烂的尸体。
尸体，想吐。好恶心，好可怕！烟草、薄荷和消毒水的味道，感觉好多了。谢谢你，弗莱。习惯就好。太恶心了，我这个月要申请补贴。克莱恩，这里熟悉吗？我好像来过这里。死亡超过5天，没有外伤。也没发现超凡力量留下的影响，具体原因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检查。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除了有个死人，这里一切正常。但一开始有无形的力量密封了房间，在使用仪式魔法时，经常会有类似的操作。这位是负责这附近的警察，肯·托马斯。大概情况我已经清楚了，死者是凯蒂·斯蒂芬娜·比伯，55岁到60岁之间，寡妇。她和儿子一起租住在这里10多年了，据附近的邻居说，已经超过1周没见到他们了。死者的儿子叫瑞尔·比伯，大概30岁，继承了他去世父亲的手艺，也是个珠宝匠人。我明白了，你继续去询问附近的住户，要详细询问。劳尼尔，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好，克莱恩，帮我个忙，把这些粉末撒在四周。好的，应该在4个角上撒一些就可以了。粉末都撒好了。瑞尔·比伯是个珠宝匠人，那这些都是加工珠宝的工具，很专业呀。可除了这套工具，房间里就没什么其他值钱的东西了。或许跟他的工匠手艺一样，这套工具也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吧。好多死老鼠。奇怪，为什么会死在这种地方？这里交给我吧，你去看看别的地方。谢谢。弗莱先生看着冷淡，但其实是个温柔的好人呢。好了。黑色的头发，
深蓝色的眼睛，嘴巴左侧有颗全瓷假牙，右手戴着一个蓝宝石戒指。这就是房间内残留的瑞尔比伯模样。赞美女神！我试一试，能不能用补障寻物法找到他？瑞尔比伯的位置。看来不行。这表示有诡异的力量干扰了占卜。这件事不简单。我们需要其他能力的介入帮忙。我会向贝克兰德申请协助，这需要一些时间。你们拿着画像去询问这里的住户，做最后的确认，然后以谋杀母亲的名义通缉他。所以，是我把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送到了这里。这不是非常明显吗？我还是不明白。你们可能是触动了笔记的诡异力量，而这力量的目的就是将笔记送给瑞尔比伯，并且不让人发现。于是，除了要送笔记的你，维尔奇和纳亚都当场自杀了。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活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把笔记给瑞尔比伯？或许他的出生灵数符合要求，也或许他是安提戈努斯家族仅存的后裔，这有太多的可能。不过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你们自杀的原因已经清楚，那本笔记也到了瑞尔比伯的手里，诡异力量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你是否活着都不会再影响到后续的发展，造成这一切的神秘力量不会再特别重视你了。也就是说，我不用害怕会诡异自杀，或者被奇怪的人跟踪了。年轻人，恭喜你，摆脱了过去的阴影，即将迎来充满阳光的新旅程。仅仅是记忆碎片，就已经感受到了压迫感。这次的历史重历，要小心。贝克兰德那边的援助已经抵达，队长让我去查尼斯门前找他。队长，我来了。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跟着我们做这个动作，要一直保持，绝对不能停。记住，绝对不能停，这关系到你的安全。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们申请调用了封印物2049，这是曾经属于安提戈努斯家族的一件危险物品，能帮助我们定位瑞尔比伯的位置，只要他是这个家族的后裔。2级危险物，危险，谨慎且节制使用。所以做这个动作，是因为封印物的特殊性。这个动作能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而只要及时解救，就不会有生命危险。这是克莱恩·莫雷蒂，我们的新人。他和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间有着奇妙的感应。他们是贝克兰德教区的同行，护送着封印物2049过来，同时支援我们完成任务。
这是洛洛塔女士，序列巴的掘墓人，同时也是一位神枪手。艾尔哈森，一个和我一样的老家伙，另外一个是博尔吉亚。你们好。发生了什么？这就是要维持驱神臂的原因。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异常，你刚才就会被封印物2049同化。我们出发吧，尽快结束，然后将2049重新封印起来。放心，他是2级封印物里相对不那么危险的一个。他似乎喜欢上你了。谢谢。只要感受到安提戈努斯家族后裔的气息，2049就会变得非常激动。出发，大家小心。有人，这次任务结束后，我一定要找个咖啡馆好好休息一下。我被指责。救救我！唉，无论多少次，我都讨厌被控制的感觉。救救我！在那边。这次是队长，得去推醒他。不是说一次只影响一个人吗？封印物2049进入狂暴化状态，每次影响人数上升到2人，我们离他越来越近了。停下吧，伦纳德，你把马车停到旁边。好。克莱恩，你占卜下里面是否有危险？
仓库里面有危险，仓库里面有危险。顺时针表示肯定，仓库里有危险，有危险，危险很大。再占卜一下周围有没有危险。对，我担心密切会不肯放弃，一直在盯着瑞尔比伯的家，然后跟着我们过来，准备在关键时刻捣乱。周围有危险，周围有危险。周围有危险！笑一个吧！感谢你们帮我找到笔记。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我的舞台。今天这里有一出好戏就要上演。报告，49逃出来了，小心！亲爱的观众们，欢笑吧，哀痛吧，然后死亡吧。等等，这种危险的预感。Sie Blumen bloeien op nachten botaben, aber zu taben of vanaugen. Vaskoak, skamak nieuga kuda. Sidon dusi, vilkablus fe. 克莱恩，醒醒！队长，2049狂暴了，我只能勉强压制住他。维持压制。克莱恩，把2049引来铁箱这里，赶快把它重新封印。别追，小心！真正的危险还在仓库里。先把治疗药剂喝了，恢复状态，准备战斗。感觉体力恢复了，准备进入仓库，大家小心。神的荣耀，请从我身上复兴！这还是人类吗？基于积蓄力量，导致体系内的力量失控，而他已经被力量吞噬，成为死灵。我那些对2049，别让他再扰乱战斗。好，大家小心。
什么东西？怎么动不了了？波洛塔，小心！大家，小心！小心，躲开！痛！站起来！坦如梦，抓紧时间击破护盾！走！方印物2049。必须挣脱，不然会死。附上玄黄仙尊。
怎么办？我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吧？队长他们还在现实，不知道那个小丑还会做什么。可如果就这样冒险回去，无法保证安全，万一又被2049控制住了呢？对了，我是个占卜家呀。返回现实世界很安全，返回现实世界很安全。顺时针。返回现实世界是安全的。很好，没有被控制。想被唤醒吗？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得到解放。他在哪里？先装作还被控制的样子，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去帮我拿起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同意就点头。我知道你现在还能完成这个动作，你的同伴们现在可都帮不了你。队长他们。如果能完成这件事，我还会给你额外的报酬。我知道你是占卜家，密修会可以给你序列8的配方。我以前就是占卜家。占卜家对应的序列8是小丑。好了，做出你的决定吧。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他说的话半句也不能信，但我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把他引诱出来。好孩子。真的结束了吗？我去看看残留的情况。克莱，你把这些药剂带给大家。好的，队长。罗纳德，你还好吗？明明你才是新人，但我躺着，你站着，这显得我很弱。只是运气好罢了。需要我喂你喝药吗？不用了，我自己能喝。把药给我吧。
他伤的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重。在刚才的战斗里，我本来想多帮帮你，可发现你并不需要。可能因为我很有天赋。不用在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特殊的人，总是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你。也比如说，我。自恋狂。阿三先生，你还好吗？这是队长要我给你们的药剂。帮大忙了，我刚才手抖了一下，我自己的药全洒了。可以帮我喝药吗？我起不来。谢谢你，让我在这里歇一会儿就好。有什么需要帮忙吗？这是队长给的药剂。谢谢。洛洛她昏过去了，但伤的不算重。这里交给我，你去看看其他人吧。队长，大家都没事。敌人都已确认死亡，而这个就是一切的源头——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不用害怕，笔记的事件和影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伦纳德，你的情况还好，就留在这里，别让普通人接近。我们几个立刻带着遗留物、封印物和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返回，并让弗莱、洛瑶和警察过来。这样就安全了。克莱恩，你对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肯定充满好奇，想弄清楚曾经遭遇的事情。不，一点儿也不。不过，我必须先将这件事情通报给圣堂，等到他们确认了笔记的保密等级，再考虑能不能给你看。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他应该是在用古老的仪式吸收笔记的力量，就像我们直接服用高序列的魔药一样。这充满危险，也需要时间。他需要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非凡力量的影响下，人的思维是疯狂和混乱的，但他可能潜意识认为工厂就是安全的地方。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小丑的尸体让弗莱做后续处理，看能不能辨认出他原本的长相，找到有关的线索。笔记已经被我们拿到了，密丘会之后不会再有跟踪和伤害你的行为了。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非凡事件就是这样，危险和疯狂就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背后。瑞尔比伯只是个普通人，但在非凡力量的诱惑之下，他的理智完全被吞噬了。那不是一般人类可以抵抗的诱惑。瑞尔比伯被非凡事件牵扯，死于诡异和混乱。维尔奇和纳亚也是这样死的。其实我也一样，只是我比较幸运罢了。职业者就是在这样的事件中，一次又一次尽力保护着天根，对抗敌人，也对抗我们自己。我明白了。我差点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消灭了失控的安提戈努斯家族后裔，
也挫败了密修会的阴谋。在这个过程中，你表现得非常出色。克莱恩·莫雷蒂先生，你是否愿意正式加入廷根市职业者小队，成为我们的一员？你的薪水将立刻翻倍，达到每周6磅的程度，而且之后每年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你同时将获得见习督察的身份，在某些时候，这会非常管用。但没有得到小队的批准，你不能以任何借口离开廷根，并需要尽量向家人保密。我希望能成为一位正式的职业者。很好，等圣堂批复下来，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但现在，你需要的是好好的、安稳的睡一觉。好累，感觉灵性被抽空了。天都黑了，好像忘了什么。唉，我的记性怎么跟队长一样差了？女神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瞧瞧，你现在简直像刚从水沟里爬出来，并且被马车来回碾过3、4遍。唉，这是我刚买的衣服。不用担心，任务里的损失都是可以报销的。报销啊！太好了，这套洗一洗补一补，等报销费下来，我还能再买一套。然后我就有2套体面的正装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自从你来了后，周围的非凡事件发生的频率似乎在直线上升。或许我是有什么吸引非凡存在的体质吧。小克莱恩，晚上好啊！晚上好，我刚刚下班。下午我碰到了班森，他说你们要搬去水仙花街了，你是忘记了什么回来取吗？不是，糟糕，我忘记搬家的事了。小克莱恩，你看起来不太开心。一点点。不管有再多的烦恼，明天终究会来临。来，帮我试一试我新制作的甜冰茶，我不知道它是否适合本地人的口味。本地人？我是南方人，40多年前跟着丈夫来了廷根，当时你父亲和母亲甚至都还没认识。稍等一下，小克莱恩。我对北方的食物风格一直都有点不习惯，总是想念家乡的食物，想念猪肉香肠、土豆面包、烤薄饼、猪油炸蔬菜和特色酱汁的烤肉。这真是令人饥饿的话题啊！我根据回忆调制的甜冰茶，来尝尝好不好喝。非常棒，我感觉好多了，谢谢。那我就放心了，美食总是能治愈悲伤。我回家了，班森和梅丽莎还在等我。回去吧，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无论再忙，也要记得早点回家。
我记得班森说过，新家在水仙花街2号。来点新鲜出炉的面包吧。便宜的咸鱼，塔索克咸鱼。应该就是这里了。克莱恩，你回来啦！工作辛苦了。我回来了。短短几天，发生了好多事情。笔记的事情告一段落了，队长说不用担心后续的影响和危险，我可以好好睡觉了。我，克莱恩·莫雷蒂，已经是一位正式的职业者了，但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了解、去学习。短短几天，发生了好多事情。我成为了占卜家，也拥有了一些神奇的能力，能在任务中起到一定作用。这种感觉还不错。虽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事物，还有，非凡事件真的太可怕了。但只有变强，才有应对危险的能力，不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短短几天，发生了好多事情。队长说，我们是守护者，也是一群时刻对抗着危险和疯狂的可怜虫。非凡的世界诡异危险，以后要更小心一些。不过，一切都慢慢好起来了，这真好。早点睡吧。黑荆棘，伪装成安保公司的停更职业者小队。太好了，女神果真听见了我的呼唤。打扰了，你们看起来很忙，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清理卫生，公司里到处都是灰尘和杂物。大家怎么也学不会将东西放在他们应该在的位置上，而且弗莱队长他们刚才被突发任务叫走了，现在只剩我们继续这件庞大的工作。哎，或许你刚好有时间帮帮我。好的。伦纳德先生和弗莱队长都帮过我，我会帮忙的。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放心。你将会获得一笔酬劳，就当这是一件委托。卷边的纸牌已经有些旧了。洛耀他们又把斗邪恶的纸牌带出了娱乐室，
或许你们该换副新牌，这些牌的花色已经看不清了。那群不需要睡眠的职业者经常连夜打牌，钢铁的牌也禁不住这么用。而且这副牌已经用了很多年，我想他们会更习惯这些老朋友。柜子里有很多咖啡豆，不知道还能不能喝。闻起来怪怪的。啊，那些是邓恩队长的，或许你听过他的事情。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留下了很多咖啡豆，据说品质很不错，但没人愿意喝光它们。邓恩队长，我听说过他，一个很可靠的人。是的，他很和蔼，给我父亲的感觉。但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总会有点怕他。后来我才明白，他没什么好怕的，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在照顾我们。不过，原来不眠者也会需要喝咖啡吗？但看包装日期，这些咖啡都已经过期很久了，要怎么处理它们？啊，请先放在那里就好。或许，下次去拉斐尔墓园看望邓恩队长他们时，我会记得把这些咖啡豆带给他。为什么要在这么显眼的地方挂一张被烧坏的照片？被烧掉头的先生多可怜啊！或许你们可以再拍一张新的。照片里的很多人已经牺牲了，这张照片也是我们偶然找到的，这已经足够幸运了。不用这么看着我，别担心，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们早就应该习惯离别了，我只是有时候很想念他们，真的很想念他们。说起来，黑金劫安保公司似乎翻新过，但很多物件却是旧的、破损的，有些违和感。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大厅这边差不多了，可以麻烦你去清扫队长的办公室吗？请不要乱动桌上的文件，只要清扫一下地板，收走乱堆的杂物就好。地板上有一些脚印的痕迹，看来黑金级的生意还不错。没什么灰尘，弗莱应该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烟草、消毒水和薄荷叶，有点呛人，但能令人精神起来的味道。好多报纸啊，各种各样、不同时间的报纸。角落里最容易积灰，怎么又是咖啡豆？差不多就这样了。角落里还有个盒子。那是什么？啊！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这片历史空隙为什么被点亮了？我不曾……啊，原来是这样。这个小家伙，我记得他。
我依旧记得他，记得他们。他们曾是我的引路人，也会是你的。我将进入这片历史的权限赐予你，请帮助我，用他们的眼睛去见证他们的故事。我经常会想，我已经无法改变结局，但他们是否还留有遗憾？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好困啊！怎么回事？脑袋昏昏沉沉的，好像忘记了什么。什么情况？外面怎么这么吵？先出去看看吧。你们把队长吵醒了，明明打算给他一个惊喜的。如果不是伦纳德突然扑过来，我应该来得及扶住架子，更不会吵醒队长。不够灵敏的占卜家先生，这个架子明明离我更近，如果不是你挡住了路。这两个人关系真不错呀，年轻真好啊，对吧，档案？队长，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我们应该更小心些的。队长，有什么事吗？你的眼神好可怕。你在发什么呆啊？所以你果然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对吗？我是邓恩·史密斯，廷根市职业者小队的队长，好像又忘记了什么。你们聚在大厅做什么？我赌赢了，10便是。占卜家先生也会有占卜失误的时候呢。不是占卜的问题，是我高估了队长的记忆力。这群小家伙吵吵闹闹的，要给你办生日派对。哦，对了，我也赌你会忘记自己的生日，感谢配合。来吧，克莱恩，10便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我不记得了，但你们不需要做这些。哎呀，扫兴的家伙！趁今天没什么任务，你最好出去散散心，晚饭前记得回来就行。克莱恩·莫雷蒂，我们新加入的占卜家，一个聪明的新队员。队长，有什么事吗？没什么。最近一切还顺利吗？我很好，很健康，放心吧，队长。但我很抱歉，如果我能早点意识到占卜不是万能的，说不定就不会被特里斯逃走了。你不需要沮丧，序列期的非凡者不是那么容易抓住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谢谢队长。队长，请放心，今天没有什么紧急的任务。伦纳德·米切尔，序列8的午夜诗人。他看起来很悠闲，得让他再去背几本诗集了。怎么还不走啊？偶尔你也需要学着让自己放松。
洛尼尔，你身体还好吗？有什么困扰，都可以跟我商量。我身体还不错，也没什么困扰。倒是你今天有些古怪啊。如果你真的闲不住，刚才警署送来了最近停根儿童失踪案的报告，你可以去提醒小阿诺德的养父母，注意孩子的安全。怎么，你忘记了去阿诺德家的路？阿诺德，卡罗队长的儿子，我不会忘记的。对了，他会回来吗？你又忘了什么？在这里摇来晃去，惹人烦。这场聚会还会有谁来吗？你希望有谁？这群咋咋呼呼的小家伙，我这张你看了10几年的老脸，还是你希望在聚会上看见圣塞琳娜教堂的主教大人？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心仪的嘉宾是谁，当然也给他寄了邀请函，但是还没有收到回复。他现在属于贝克兰德教区，执业者不能随便离开自己辖区，这你应该清楚。谢谢。出去散散心吧，今天天气很不错。我会看着这群小家伙，不会让他们炸掉黑荆棘的。去小阿诺德家拜访一下吧，很久没去看望他了。失踪的封印物3116，他从来没有展现过自主逃离意向，为什么突然？戴利西蒙尼，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哼，你们明白的，这件事也只能由我去做。毕竟3116是廷根职业者前任队长卡罗比舍普的遗物，由我这个曾追随他的队员去回收，是最好的选择。卡罗比舍普队长是一位伟大无私的职业者。你们早就该告诉我，卡罗队长的意念残留在封印物里。我是通灵者，或许我会有办法。我们努力尝试过，但无法拯救他，也不忍心毁灭他。去送他最后一程吧，他理应在黑夜的神国里获得长眠。3116最后出现在哪里？廷根，你最熟悉的地方。廷根。还有办生日派对的闲情，看来他们应该过得不错。任务完成后，顺便去看一下吧，说不定还能陪他跳一支开场舞。生日礼物的话，感觉离开很长时间了。明明不久前才被调去贝克兰德教区，聚会的时间是傍晚，来得及。无论如何，我需要先去完成任务。封印物3116最后被发现的地点，在拉斐尔墓园附近吗？虽然一直知道卡罗队长是个很麻烦的人，但究竟是什么执念，能在封印物里沉睡5年不消散？破碎不堪的意识会本能地寻找自己最熟悉的事物。你想去哪里？我一定准时送达。廷根市的职业者们死后大多会葬在一起，
就在墓园的中心。去卡罗队长的墓前调查一下吧。祝您一天愉快。好久不见，卡罗队长。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与救赎。如果不是你将我粗暴地拖进庭根职业者小队，我应该早就沉眠在墓园里了，也不会遇见邓恩他们。啊，还是与死人对话坦诚轻松些。通灵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线索吧？灵们躁动不安，可能是受到了非凡力量的影响。卡罗队长应该就在这里。小家伙们，不要害怕，先冷静下来吧。小家伙，最近有看见什么陌生的家伙吗？歌声，好听的歌声。妈妈。歌声。说起来，卡罗队长也是不眠者序列，而且擅长唱歌。好困，好累，我要休息了。消失了。那边还有一只小家伙。想溜走？别倒了，别倒了，好疼！清醒一些了吗？可怕，好可怕的人类！别急着溜走，不然我可能会用一些不那么温柔的手段了。啊！你能看到我？人类能看到我？最近有没有在附近感陌生的？每天都会有陌生气息出现，这里可是墓园。笨蛋，好笨的人类！好聒噪的灵。我的意思是，强大的、与众不同的气息。你在找夜莺？在陵园深处，在墓中之上，夜莺在唱歌，夜莺在徘徊。不要伤害它，不要吓坏它。夜莺是好鸟，夜莺的歌好听。不用担心，我只是想带它回家。墓中，再回小教堂附近看看吧。封印物3116夜莺灵兽，本体是一件研制夜莺少女，以灵性驱动后会发出夜莺鸣唱般的声音。你的歌声可以驱散所有负面影响，同时让人感到内心愉悦舒适，像是刚做过一场美梦。卡罗队长，你还是这么温柔。真是没有丝毫攻击性的封印物，所以请告诉我，现在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这是变成封印物本体的样子。卡罗队长，啊，还是无法交流。哦，对了，临走前，安东尼阁下给了我一些夜之咏叹。说使用这种药剂可以让卡罗队长的残念醒来。Ulastic salam, Blaska papajam,
Ilhugadia Voinamun， 感觉怎么样？还记得自己是谁吗？这种药剂真的有效吗？或许我需要去准备些鸟饲料，先拉进去里。小戴笠，是戴笠吗？卡罗队长，你真的睡了很久呢。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嗯，小戴笠，你怎么突然这么老了？队长，我刚24岁，还远不到被说老的年纪。24了。哦，那个19岁青春靓丽、稚嫩可爱的小戴笠呢？哎，我又是什么东西？队长，你冷静一点。啊，我懂了，我其实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只是一缕偏执的意识，一片残破的灵体。你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一如既往的优秀。尽管我的鸟脑子现在不怎么灵活，连记忆都零散破碎，但你是来回收我，回收这件封印物的吧？虽然夜莺银哨基本无害，但还是会对周围产生影响。而且，你的状态并不稳定，我需要尽快将你带回贝克兰德教会，重新封印。啊，我不要。我已经睡了很久，但这抹意识应该不是为了睡觉而存在的。我依稀记得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去做，那我必须要去做，不然我死也不甘心。现在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死也不甘心了。我可以帮你，是什么事情？我不记得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但我隐约觉得我没有太多时间了。帮帮我吧，小戴笠。卡罗队长，黑夜教会派遣我来，本来就是做了这样的打算。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使用一些手段，来隔绝封印物3116的负面影响。啊，小戴笠，你还是那么温柔呢。Sai, Hofai Sayah Namun. Salam Kun Shwadlik Logan. 灵界信使。小戴笠现在序列几？序列6，死灵导师。但我还是喜欢被称为通灵者。好夸张的成长速度！你是个真正的天才，已经比当初的我强大很多了。我会让灵使包裹住封印物3116，它可以隔绝封印物的作用，也能让你自由地跟在我的身边。请忍耐一下。很不错，我感觉清醒了一些。我的灵使能让你的状态在短时间内保持稳定，普通人无法看见你，但一定不要离我太远。这里是拉斐尔墓园吗？是的，我们得先离开这里。墓园里有太多嘈杂的灵。似乎小戴笠，这些年过去好久还好吗？停更还好吗？我对死掉的那天没什么印象了，一切都还顺利吗？都很好，我们顺利完成了那次任务，救了很多人。你是唯一的牺牲者。不错，我没白死。你似乎并没有对自己的死亡感到遗憾和痛苦。
我见过太多死亡，而我也会一直战斗，最后死于某次任务里。每个职业者队长都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啊，我当然希望所有的职业者都长命百岁，愿黑夜女神护佑他们。那时候，我跟邓恩都非常悲伤。直到现在，邓恩他一直对您非常的感激与愧疚。生日聚会，偶尔放松一下也不错。前段时间太忙，一直没去看望阿诺德。据说他和卡洛队长的性格越来越像了。我记得阿诺德的养父母提到过，他好像特别喜欢哪一种面包。最近我的记性是不是更差了？邓恩先生，好久不见。你的气色看起来很不错，斯林太太。你还是这么亲切。希望之前的案子没有给你们带来太多困扰。不用担心，这是我们的职责。这里有没有售卖一种，小孩子会喜欢的面包？我想你说的是柠檬蛋糕，孩子们都喜欢这种蛋糕。啊，对的，就是这个，请给我一份。邓恩先生的孩子喜欢这种蛋糕吗？但我记得你还是单身。啊，不，是打算送给朋友的礼物。原来是这样，但你已经……我是说，你早应该考虑婚姻和家庭了。虽然警察的工作忙碌又危险，但会有很多姑娘喜欢你这样温柔又可靠的绅士。好的，谢谢您的关心，我会考虑的。您想去哪里？我一定准时送达。愿您的一天像今天的天空一样明媚。你好，我是邓恩，黑荆棘安保公司的邓恩·史密斯。稍等，请稍等一下。邓恩先生，您是来看望阿诺德的吗？是的，小家伙还好吗？感谢你一直以来对他的照顾。请不要这么说，阿诺德懂事又聪明，我们早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更何况，黑夜教会每月都会给我们一大笔养育资金。说真的，我们都觉得这对养育一个孩子来说有些太多了。啊，不过今天真不巧，他刚刚出门了。他有说要去哪里吗？他说和朋友一起。哎呀，您知道的，这个年纪的男孩总有一些不希望大人知道的小秘密。或许您可以进来喝杯茶，他应该很快就会回家。啊，不用了。最近停根有几起儿童失踪案，这几天尽量不要让阿诺德独自出门。我去附近找找看。哎呀，这真是可怕！他刚离开不久，不到10分钟，我跟你一起去找。分开寻找或许更快一些，麻烦你了。应该没有走太远，在附近找找看。我不太擅长找人，如果克莱恩在这里，会方便很多。他捕杖寻人的能力不在这里，有种奇怪的感觉。虽然我的直觉一向不太准，
奇怪，阿诺德在跟谁说话？等等，灵感提醒我这里有危险，很古怪。有什么不太对劲？先不要惊扰到他们，就当做见面礼吧，送给这位新朋友。虽然这份礼物有些不太常见。好诡异的声音，是笛声。糟糕，梦境崩塌了，快逃！好诡异的梦，破碎的梦境，有被污染的气息。被他逃走了。阿诺德怎么会认识这么危险的人？奇怪的鸟，他们聚在这里做什么？东恩叔叔，刚才尤朵拉去哪里了？你似乎有一个有趣的新朋友。你们刚才在做什么？我的朋友，我们头好痛。被梦境破碎影响到了吗？我刚才太鲁莽了。你现在需要休息，我先带你回黑荆棘。黑荆棘安保公司，妈妈工作过的地方。是的，不用担心，好好休息吧。现在感觉怎么样？头晕，想吐。发生了什么？你想去哪里？我一定准时送达。撤！队长回来了，可我们还没布置好公司。哎，这个孩子是谁？这是阿诺德·比舍普，他可能被卷进了最近的儿童失踪案。我现在需要去调查这起案子。警局送来的案件报告在哪里？已经送到办公室了。不认识的叔叔，你好。小家伙，你好呀。阿诺德的妈妈曾经也是职业者，她对这里很熟悉，不用拘谨。曾经也是职业者？你是说……记住他的名字吧，卡罗·比舍普，一位伟大的职业者队长。他牺牲在一次任务中，和阿诺德的爸爸一样，也跟许多职业者一样。阿诺德拜托给你了，我需要去尽快调查案件。哎，队长，我不擅长照顾孩子呀。资料在桌子上吗？
没有太多有用的线索。需要注意的只有一点：失踪地点附近的人似乎听到了诡异的，像是笛子的曲调。说起来，在刚才的梦中，我似乎也听到了诡异的声音。这起儿童失踪案可能没那么简单。梦境中那股危险的气息并不强大，但有些诡异。小家伙，还记得我这个老家伙吗？老尼尔，今天鸟儿们没有来。漂亮的鸟儿们会来给我唱好听的歌，把我叫醒。今天约好要介绍尤朵拉认识他们，但鸟儿们没有来，是被邓恩叔叔吓跑了吗？尤朵拉是你的朋友，他是什么人？你们怎么认识的？邓恩，你的语气太像审问了。尤朵拉是我的朋友。奇怪，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头好疼。没事的，好好休息吧。老尼尔，麻烦过来一下。好的，这小家伙就拜托给小克莱恩了。哎，队长，老尼尔，我真的不擅长照顾孩子，所以你想吃点什么吗？冰淇淋怎么样？我怀疑这起儿童失踪案与非凡者有关，我准备去调查一下。需要其他人协助吗？我与那位非凡者见过，他的气息诡异又古怪，但序列似乎并不高，估计在序列9或8左右。我想，我可以独自应对这件事。放轻松，你看起来很焦虑，而焦虑往往会使事情变得糟糕。是因为小阿诺德被卷进了这起事件吗？我没有察觉到，我确实处理得不太妥当。你并不需要对阿诺德或卡罗承担什么责任。这别扭的性格，你到底什么时候改一改？你从来没有做错什么，你一直做得很好。我需要做得更好，更稳妥一些，能代替卡罗，能做得像他一样好。原来邓恩接了队长这个烂摊子，那我就放心了。他可靠又细心，会是一个好队长。真是辛苦他了。是的，他一直是。但他一直认为是因为你的牺牲，而我们从你的死亡中发掘了非凡特性不灭定律，被圣堂注意，他才能当上这个队长。他怎么会这么想？将职业者小队交给邓恩，比交给教会派来的老头子要令我放心得多。我也这样跟邓恩说过，但他似乎听不进去。哦，好别扭的家伙，让我亲自去给这家伙好好上一课。我想你现在这个样子，会让他更加歉疚，并留下新的心理阴影。说回正题，需要我帮你去做些什么呢？关于你的执念，队长还有什么线索吗？我记不清楚了。所以，你们不眠者的糟糕记性，连死后也无法摆脱。或许，我们应该先去看望一下小阿诺德。小阿诺德，我的小阿诺德。阿诺德家，我记得在这边。
在家吗？真不巧。小阿诺德这几年过得怎么样？据我了解，他过得还不错。我知道他会过得很好，在某些方面。我曾经多次安顿同事们的家属，黑夜教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对待我们的家人。而且，我的小阿诺德很像我，我相信他。你牺牲那年他刚7岁，这样的信任是不是太沉重了？在我最后那次任务里，如果只有我一个牺牲者，我们拯救了27个人。是的，27个人。所以，他会理解的。我相信他会理解的。带我去看看廷根现在的样子吧，看看这座我们守护。要先去哪里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念的事情？想念的东西啊，我想吃迪西馅饼，很想吃。虽然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请求，但你现在要用哪里吃呢？啊，可恶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把你塞进热烘烘的馅饼里，让你被喜欢的美食包裹。啊，感谢你的好意，这就不必了。要先去哪里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念的事情？队长熟悉的地方，黑荆棘安保公司，或者圣塞琳娜教堂。上班第1号和上班第2号，死了都逃不过打工的命运。突然有种被工作掏空灵魂的感觉。你还有其他想去的地方吗？你可是自己拼命要回廷根的。还是想不起来。要先去哪里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念的事情？我有些想念那群老家伙们。阿德莱德怎么样了？那个家伙笑起来还是那么吵吗？我想，这或许不是一个能令你开心的话题。阿德莱德牺牲在一次任务中，就在你死后不久。他的女儿罗珊，现在是黑荆棘安保公司的文职人员，是一个话很多的姑娘。我跟邓恩都有一些头疼。道恩也牺牲了。我们将他葬在了拉斐尔墓园，就在你附近，一个阳光可以照耀到的地方。我明白的。职业者的死亡率一直都很高。有很多人离开我们，也有很多人加入。比如伦纳德，一个不像诗人的午夜诗人，他做事的水平比邓恩还糟糕，让人很担心他要怎么从午夜诗人晋升。还有最近加入职业者小队的克莱恩，害羞倾诉的样子招人喜欢，但总被卷进非凡事件，是个倒霉的小家伙。听起来都是很好的人，真想见见他们呀。你会喜欢他们的。这5年来，非凡事件越来越高频，但多亏了大家，廷根市民每晚依旧可以安心入睡。我们是守护者，守护廷根市民每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们也是可怜虫，看着队友们牺牲，直到最后，自己也走进黑夜。他们都回归了黑夜的国度，和我一样。要先去哪里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念的事情？你看起来很洒脱，完全不像一个阴魂不散的魂灵。鸟儿落下来了。我记得夜莺营哨的副作用是令携带者感到疲倦，以及特别招鸟类的喜爱。连灵使都无法完全隔绝这种影响吗？
听起来没有危害性，好温柔的封印物，不愧是我。戴笠，你怎么会在这里？邓恩，他看起来成熟了好多。说起来，从你入队开始，你们两个就很亲近，而且你提及邓恩的次数多到让我忍不住想，这不是什么需要否认的事情。我突然记起来了，我的执念是看到每个人获得真正的幸福，例如你跟邓恩快快乐乐的在一起。先约个会怎么样？在我执念消散前，能看到你们的婚礼吗？这是不是你临时想出来的借口？如果你是因为这种原因而不消散，那么请安息吧，卡洛队长。小戴笠，有些话是需要尽快说出口的。我明白。这么快就到了，看来贝克兰德教区的那群家伙也没有那么古板。小邓恩，我正在执行任务，碰巧需要来停更。原来是任务，需要帮忙吗？暂时不用，我也没什么头绪。邓恩听不见我的声音吗？哦，这太可惜了。说起来，你在这里做什么？啊，是这样的。所以，你怀疑与阿诺德在一起的朋友尤朵拉是儿童失踪案的犯人？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在梦中感受到了被污染的气息，那种堕落的、被污染的气息我曾见过，在海纳斯·凡森特的梦中。而根据我们的调查，他的梦指向了邪神真实造物主。真实造物主的追随者，那群疯子什么都干得出来。哼，真应该把他们丢进墓穴里，用腐肉塞满他们的每一个空隙。哇，小戴笠，你的发言真是越来越个性了。你刚才提到，在梦里你见到了群飞的、唱着奇怪曲调的鸟群吗？是的，有什么线索吗？还不太确定。他们盯上了阿诺德，这让我有些担心。只要尽快把那个藏在暗处的家伙抓出来，就没什么需要担心的。那些人贩子真太可恶了！我要是还活着，我……啊，好吵！稍等一下。卡罗队长，如果你想与邓恩说话，我可以尝试一些办法，例如让他感知到你的意识。但现在，你们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吧？那些失踪的孩子们，还有我的小阿诺德，就拜托你们了。毕竟我现在这副模样，似乎也做不了什么。如果需要我，就用力地吹响我。我明白了。我们现在出发吧。关于失踪案，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你要跟我一起调查，你的任务呢？2个人一起调查会更快，毕竟孩子们等不了太久。而且，说不定我们还来得及去参加你今晚的生日聚会。哎呦！你收到请柬了？其实我自己都忘记了，是老尼尔他们。我明白，毕竟你连我的生日都会忘记。如果你能记住自己的生日，那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了。警署最近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我们可以先去询问情况。你想去哪里？我一定准时送达。到站了，女士，欢迎您再次乘坐。
邓恩先生，我们接到了消息，儿童失踪案已经转为非凡事件，我们会配合您这边的一切行动。警署这边有什么新进展吗？犯人很狡猾，除了诡异的笛声外，没留下任何线索。麻烦你们去调查一个叫做尤朵拉的人，或许会与案件有关联。尤朵拉？好的。啊，这里是失踪儿童们的档案资料，或许对你们有帮助。接下来从失踪儿童的家庭开始调查吗？这些信息在档案里有记录，但我们手上的线索并不多。别担心，有我的通灵和你的入梦，没有什么能瞒过通灵者和梦魇。你想去哪里？我一定准时送达。愿您的一天像今天的天空一样明媚。警官大人，我的孩子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回家呀？抱歉，先生，我们还在调查中，需要你这边的配合。你们这些税金小偷，之前已经回答过了，为什么还要再问一遍？好暴躁的男人。接下来，我们应该让我瞧瞧。附近没有什么游荡的小家伙呢。看来，这位焦急的父亲并没有他说的那样爱孩子。我刚才是睡着了吗？好困啊！没有更多信息了，我们去下一家调查。小艾恩不老，他家就在附近。似乎没人在家。你们是谁？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是警察，来调查小艾恩失踪的事。请问他的家人呢？哎呀，原来是警察先生，我还以为是什么可疑的家伙。自从小艾恩失踪后，艾恩夫妇每天都在外面寻找。哎，小艾恩多可爱的小姑娘。我是玛丽，就住在隔壁，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吗？哎，小艾恩可爱又聪明，比我家那小子乖巧太多。他在学校里成绩每年都是最优秀的。但是，说真的，艾恩夫妇对小艾恩实在太严格了。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应该开开心心的玩嘛。在小艾恩失踪之前，我听见他家天天吵架，闹得可凶了。说不定就是因为这，哎，警官，你们可一定要帮帮艾恩家呀！再用我们的能力调查一下附近吧。原来你就在这里。我会听话，
我会努力，我会做最好的孩子。爸爸妈妈，救救我！我再也不任性了。好疼啊！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好孩子，安息吧。他的灵破碎不堪，似乎经历过一些很痛苦的事情。谢谢您的配合。唉，希望小艾恩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家庭都有或多或少想要逃离的想法。或许这就是犯人盯上他们的理由。邓先生，邓先生，找到您了，邓恩先生。这是尤朵拉的资料。非常感谢，你们的效率令人赞叹。在这类事件中，我们只能尽全力去协助你们。但我们的动作快一点，说不定你们就能救下更多人。如果有其他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请随时联系我。资料并不多，他们已经尽力了。一个没有姓氏的，游荡在廷根市贫民区的孤儿。孤儿吗？根据调查，尤朵拉平时在廷根济贫院和铁十字街附近活动，或许在那里能获得更多线索。你想去哪里？我一定准时送达。正气在上，祝您一天愉快。漂亮的鲜花，早上刚采摘的鲜花。嘿，先生，要来束鲜花吗？这与您美丽的妻子很相配。哦，呵呵，我们看起来很般配，对吗？我们是警察，来这里调查一起案件，请配合一下。哎呀，失礼了，你们要调查什么？铁十字街上的事我都知道。你们在调查尤朵拉？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呀。警察先生，他是一个疯子，一个孤儿。说真的，像他这样活着，不如痛快死掉算了。他像只流浪猫，肮脏又危险，不知道哪天就会腐烂在下水道里。不要说我心寒啊，在这糟糕的时代里，我们自己能活下去就很不容易了，又哪有那么多心思来可怜别人呢？不过这几天他都没有出现，出什么事了吗？多大了？我想想，12岁左右吧。不过他太瘦了，或许实际上会更大一些。笛子？什么笛子？我从没见过尤朵拉吹笛子。没什么有效的线索，再有能力调查一下吧。这附近的林嘈杂又混乱，这里发生过不少事呢。不过，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漂亮的鲜花，早上刚采摘的鲜花。他确实不知道更多了，试试其他办法吧。档案上说，尤朵拉曾经在济贫院里待过10年。廷根的济贫院，哼，那里对孤儿来说可算不上什么好地方。请问，两位来这里有什么事吗？我们是警察，这里曾收留过一个叫尤朵拉的孤儿，对吗？尤朵拉？哦，那个坏孩子。警察先生，我们济贫院一直都坚持平等温柔地对待每一个可怜的孤儿，直到他们12岁为止。
但尤朵拉是一个被恶魔引诱、无可救药的孩子，或者说，他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怪物，不值得任何怜悯。他是个疯子，经常在角落里嘟囔一些毛骨悚然的话，还会无缘无故尖叫。连黑夜女神的祈祷词都无法令他安静哪怕10分钟。披着人皮的怪物，真应该让他瞧瞧什么才是真正的怪物。听起来不太对劲，还是先用能力看看。这里有好多孩子哭声，令人绝望。我想，我们之后需要好好调查一下这里，不止一位失踪案。我明白了。尤朵拉能听到奇怪的呓语，她可能是一个天生的非凡者。但那诡异的笛声是什么能力？戴笠。抱歉，我走神了。我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这个世界对待孤儿并不友好。你当初也是。我曾经也被叫做怪胎，在失去家人，用误食魔药成为收尸人之后，我喜欢阴冷和靠近尸体的感觉，总是徘徊于墓园，在坟墓前睡觉。那时候，他们畏惧我，厌恶我。你不是怪物，你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一个很好很善良的人。你可真不会安慰人呢。真正的绅士现在应该将我揽进怀中，再说些甜蜜的情话。你知道的，我并不擅长那些。我当然知道，不用担心。不久后，我就遇到了卡罗队长和你。如果能再早一点就好了。小戴笠，戴笠，你好了，线索收集的差不多了，该回黑荆棘问问小阿诺德关于他这位朋友的事了。对不起，让你看到了这些，我们没有守护好庭根。阳光与影子永远是共存的，没有完全纯白的时代。漂亮的鲜花，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如果邓恩能听到这句话就好了。你想去哪里？我一定准时送达。欢迎您再次乘坐。等等，怎么了？听到了吗？这个声音。邓恩，听到了吗？是笛声，我在阿诺德的梦中听到过，尤朵拉可能就在附近。我认识这个曲调，小戴笠，这是我给阿诺德写的歌，这是我的摇篮曲。但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首歌还这么诡异。我们去看看。那是科里。科恩里只是昏倒了，身上没有伤口。我来叫醒他。队长，戴笠女士，刚才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昏迷在巷子里？巷子里昏迷？
小阿诺德要回家，所以我送他回去。我听到了笛子的声音，很诡异的调子，然后就……糟糕，小阿诺德呢？他刚才还跟我在一起。别着急，我问问附近的灵。小戴丽，小戴丽，能听到我说话吗？我可以感知到阿诺德现在的大致位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可以隐约感觉到。为什么？母子感应之类的？应该不是那样的理由，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跟我走。跟我走，我有办法追踪到阿诺德现在的位置。可是，要怎样？相信我，之后我会跟你解释。好，没问题，你来带路。柯恩里，麻烦回公司通知大家这起非凡事件。队长，我跟你一起去，毕竟是我弄丢了阿诺德。戴笠跟我一起，不用担心，我会带阿诺德回去的。哦，好的，那就拜托你们了。拜托你了，带我们找到阿诺德吧，夜莺银少。是卡罗队长的遗物，他怎么会在这里？这就是你的任务？说来话长，我们先去找到阿诺德吧。就是这里了，就是这里了。我问问附近的小家伙们。一个女孩和一个迷失的男孩，刚进去不久。女孩吹着古怪的笛子，像是白骨做的，灵们听见声音就会迷失。这里经常有孩子的哭声。尤朵拉估计在序列9左右，但有失控的危险。我们尤其要小心那只笛子。他引诱孩子们的能力，应该是靠那根笛子释放的。阿诺德之前没有受到笛子的影响，但这次却被引诱了。我猜测，之前是因为夜莺银少在无意识地保护阿诺德。卡洛队长，阿诺德提到过会有鸟儿找他玩。或许真的是因为夜莺银少影响到了田根的鸟儿们，让他们去保护阿诺德。但因为我的清醒，我潜意识的影响消失了，这给了对方机会。无论如何，我先入梦调查。但你之前的入梦被强行打断了，梦里还有污染，这太危险了。没关系，卡洛队长会帮我的。邓恩说的没错，吹响我吧。令人愉悦的声音，就像卡洛队长的歌声。现在，入梦吧。Lutbaden, Schwadlingskade, Westwebanalten。他的梦里一片荒芜，这应该就是尤朵拉了。你好，我想我们之前见过，尤朵拉。尤朵拉在等阿诺德回家。这个世界讨厌我，尤朵拉不是怪物，尤朵拉做得好，她夸我了。他是第一个夸我的人，
很快我也可以回家了。可怕的家伙，离我远一点！他的爸妈把他丢在了救济院门口，他亲生爸妈也是疯子。他们都回家了，我的家呢？你的笛子是哪里来的？它有什么作用？笛子是叔叔给尤朵拉的。笛子可以让家人们听话，跟我回家。这孩子似乎被人利用了。你的叔叔叫什么名字？名字不知道。他说，孤儿需要救赎，只要追随真实造物主，我们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真实造物主。他经常说些诡异的话，太可怕了。他是个怪胎，他是个疯子，他是魔鬼。谁来救救我？救救我！你为什么会盯上阿诺德？他很好，他是真实造物主喜欢的孩子，我也喜欢他，他是我的家人。被喜欢的孩子，这是什么意思？谷笛对他没有作用，鸟儿们在追随阿诺德，但他没有害怕坚强，他愿意跟我说话。我学会了阿诺德的歌，阿诺德也喜欢我。家人，跟我走，我们一起回家。怎么回事？梦境崩塌了，又是一个梦。这里是谁的梦境？总之，要小心一点。前面那是阿诺德。晚上好，邓恩叔叔。邓恩叔叔，您看到我妈妈了吗？我在等她给我唱完那首摇篮曲，那首歌真的太好听了，可惜她唱到一半又跑走了。唉，妈妈真是的，赶快回来呀！我要忘记歌词了。尤朵拉是我的朋友，她有一点胆小，总是躲在角落里偷偷看我。她跟我一样，都是孤儿。我想，她是想跟我做朋友。她很温柔，会认真的跟我学妈妈的歌。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嘿嘿，不愧是邓恩叔叔。偷偷告诉你，我觉得妈妈回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最近我经常听见奇怪的声音，像笛子，吹得很糟糕，然后会感觉很困，但最后我会被鸟儿们唤醒。鸟儿的歌很像妈妈的摇篮曲，肯定是妈妈教他们的，是妈妈想在梦中与我见面啦。但我现在很困，为什么鸟儿们没来叫醒我呢？为什么我怎么都梦不见妈妈呢？阿诺德，你的妈妈。你令我很失望。不要抛弃我，叔叔。果然呢，是你不配拥有家人，不配有自己的家。谁在说话？别走！不要离开我！不要逃开！不要骂我！不要打我！不要离开我！阿诺德！
梦境要崩塌了。妈妈说，即使有一天他离开了，他也会变成星星，永远陪着我。我们最终会在黑夜的神国里相聚。怎么回事？戴笠，你怎么也进入了这个梦境？现实里有诡异的能量溢出，你的能力也一起爆发。我担心梦境里出了什么事，就进来看看。这太危险了。先解决完危机再训斥我吧，队长。有人从里面溜出来，被我发现，我想留下他，但被他趁乱逃走了。那股诡异的能量估计就是他造成的。我看见了他的脸，我在通缉令上见过他，兰尔乌斯。我记得他的名字和所有罪行，我不会放过他的。但我们需要先解决面前的问题。这个失控的小家伙，看起来不会轻易放我们去追兰尔乌斯。什么？是你们啊！想要夺走家人，坏蛋！来成为尤朵拉的家人。你们来了，我们走吧，一起回家。别动，让我们好好看看你。确实有些想念这样跟你一起战斗的感觉。背后的核心交给我了。你们都成长了很多呢，真令人放心。戴笠，你好像又变了。别落后我太远啊，队长。尤朵拉想和大家一起。
难过，好痛苦，好孤独。阿诺德，我们不是一样的吗？没有家人，孤零零的活着。尤朵拉，痛苦的命运并不能作为你害死其他孩子的借口。即使你也还是个孩子。是吗？这样啊，你的家人来接你了。我做错事了，对吗？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过我。那个人，那个男人说，只要这么做，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家。家，我要回家。这就是那只古怪的笛子，必须赶紧控制住它。我明白了，我失败了，我被他放弃了，我要被古笛吃掉了。你们请保护好阿诺德。叔叔他在做一些事情，一些很危险的事情。对不起，阿诺德，我喜欢你的摇篮曲。但我被这个世界讨厌，我也讨厌这个世界，好痛苦！快一点，让尤朵拉解脱吧。现在吹响我，戴笠。小家伙们，让我最后和你们一起再守护一次停根，就像以前那样。想起来了，我最后的执念，我微不足道的私心，我只是想给我的小阿诺德唱完那首歌。我们脱离梦境了。邓恩、戴笠，辛苦你们了。队长，卡罗队长，这副模样，你一直在封印屋里。哎呀，邓恩队长，别这么慌乱嘛！再见我不高兴吗？我可是很开心能看到你这么成熟靠谱的样子。我有做的像你一样好吗？你不需要跟我比，你就是邓恩·史密斯，一位合格的职业者小队队长。你们把停根守护得很好，而且你们救了小阿诺德，谢谢你们。卡罗队长，需不需要附身在我身上，与阿诺德再见一面？你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吧？不用了，我已经都说完了。不过，我可以附身在你身上做点别的，例如你一直犹豫的事情。不，我明白，我想自己去做。小戴笠，
一定不要像我一样心存遗憾呐。另外，我们似乎搞砸了邓恩的生日呢。我还有最后一点力气，让我送你一个礼物作为补偿，怎么样？一个美梦怎么样？祝你美梦成真。我看见了，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美梦。不必悲伤，我的孩子们。我死于5年前，我的故事早就结束了。去自由的大笑，尽情的相爱，幸福的活着，然后去做个美梦。这就是我们牺牲一切，坚持至今的意义。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邓恩，祝你生日快乐！其实我扮演结束了，看来是因为戴丽女士的姓氏，我才能重立他们的过去。这个盒子是她准备送给邓恩的生日礼物吗？但这份礼物似乎没能送到那个人的手上。你清理完了吗？啊，马上马上！一地的纸片，好像是我刚才弄乱的。邓恩队长让我们等了这么久，希望他的咖啡里长蟑螂。希望队长的发际线能越长越低。队长，生日快乐！请一定要注意身体，保护记忆力。都是给邓恩队长的生日祝福。他是一位被敬爱着的队长。哦，别忘了带上那个。终于结束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我可以把这个盒子带走吗？这个盒子，你从哪里找到它的？你要拿它来做什么？我准备当个送货员，把它还给它真正的主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过这只是一个空盒子，请带走它吧。哦，对了，关于酬劳，我打算记在弗莱队长的账上。嘿嘿。没关系，这个就已经足够了。邓恩先生，戴丽女士。嗯，你知道他们的模样，但你们应该从来没有见过面吧？我只能从过去的故事里认识他们。也只能在梦里见到他们生动的样子，这真遗憾。你们非凡者总是这样，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但你看起来好像有些难过。我记得你提到过，邓恩他们陈氏在拉斐尔墓园，对吗？是的，我的父亲、邓恩队长与戴丽女士他们都在那里。等着，去！
戴利西蒙妮女士，您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也是最温柔的守护者。邓恩·史密斯先生，你在这里啊？你们就在一起。如果我在历史迷雾中能做些什么的话，是不是能改变你们的结局呢？但那样的结局，会是你们想要的吗？虽然迟到了太久，但他终于送到邓恩先生这里了。在那之后又发生了很多故事吧？戴丽女士有没有把那句话说出口？邓恩先生是不是一直那么别扭？你们最终有没有在一起呢？你好，你是邓恩叔叔和戴丽姐姐的朋友吗？是的，你也是来看望他们的。我的妈妈曾经是邓恩叔叔他们的同事，而现在，他们一起安眠在这里。哦，你知道我的名字？邓恩叔叔他们跟你提起过我吗？是啊，他们说你是个很好的孩子。请稍等，我去把花放下。邓恩叔叔，戴丽姐姐，我终于考上了霍伊大学。说真的，这很不容易。我是不是很棒很棒的孩子？但我想了很久很久，我还是想要成为你们这样的人，走你们曾走过的路。我会好好读完大学，毕业后，我打算从黑金吉安保公司的文员开始努力，最终成为一名能守护停根的职业者。忘记你还在这里了。不用担心，我也算是黑金级的老朋友。不过你不害怕吗？作为一名职业者，你会经常面对危险，甚至是死亡的威胁。我不害怕。妈妈曾告诉过我，她会成为星星守护我的，而且我相信，我们会在黑夜的国度里再次相聚。罗山星购入了一些手磨咖啡，味道不错，和几年前一样。欢迎回黑金去品尝。放心，不需要执行任务。弗莱队长竟然邀请我喝咖啡，还强调不用执行。是你啊！我正在理东西。救命！我刚按顺序整理好单据，
费用报销单用于购买材料，报销人又是尼尔。哎，放着别动，我来收拾。这些报销单怎么会在外面？唉，太多了。太多？这个吝啬老头什么都想报销，单据积累了一沓，哪里都放不下。几年了，还到处都是，早该扔掉的。早该。尼尔先生，果然都是他的报销单。报销理由是购买材料和仪式器材，除此之外，还有出行、聚餐、医药费，数不清的理由。这么厚一沓报销单，都是尼尔先生的。你或许听说过老尼尔，他以前负责看守材料、武器和文献库，需要经常采购。但不止这样，还有以前邓恩队长说过，很多年前，一场疾病夺走了老尼尔即将订婚的恋人。他一直在试图找回他，花费无数时间金钱，也要找回那位名叫莎莉斯特的小姐。即使要付出可怕的代价，找回病逝的莎莉斯特。莎莉斯特，莎莉斯特。你好，莎莉斯特小姐，您的手磨咖啡。您的相亲对象，我是说那位先生，还没到吗？10分钟后他还不出现，我会立刻离开。还是上次那位？是的，就是那位让我呆坐2小时的警察先生。您竟然愿意见他第2次？当妈妈拿出2张钢琴大师的音乐会门票，谁会拒绝呢？可惜，这位警察先生依然缺乏时间观念。站住！站住！你这个狂妄的小偷！尼尔先生，警察办案，这个人是罐头，我会把他逮捕回警局，请各位继续用餐。我的钢琴，就连因蒂斯的大炮都懂得避开钢琴。餐厅里存在随时可能作案的窃贼，你却只关心钢琴？我和瑞克的约会被破坏，难道是我们的错？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一生一世的求婚。求婚？求婚？你没说要求婚。不许哭，我又没有拒绝你。警察先生，你该不会不知道求婚在人生中有多重要吧？不知道，我又没有恋人，这和这件事有关系吗？他还真是不会说话。就算您是警察，也不能在破坏餐厅秩序后潇洒离开。一生一次的求婚，
难得聚会的家人，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需要钢琴来见证。莎莉斯特小姐，您怎么在？糟糕，难怪总觉得忘记了什么。尼尔先生，感谢您还能想起这次见面，请您跟我来。抱歉，我……尼尔先生，做个交易吧。我帮您解决闹剧，修好钢琴。作为回报，请您回去告诉我母亲，您对我不感兴趣。为什么？您愿意和一个惯性迟到的人见第3次吗？抱歉，我上次临时被叫去端手逃犯，这次……总之，很抱歉，错了就是错了。钢琴已经损坏，我会向上级申请赔偿，无需麻烦你。但客人们失去的美好时光无法弥补，比如被您打断的求婚。我会修好琴弦，让音乐再度响起，这样才能平息他们的愤怒。钢琴也有弦吗？作为击弦乐器，钢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琴弦。如果我没猜错，连接琴弦的调音钉在打斗中松动了。耳朵受到了冲击，好像见到了去世多年的爷爷。好吧，我想我需要您的帮助。成交。弹得真好啊！这琴声太美了。真不错呀。他答应了，你们看见了吧？他答应了。又哭又哭，婚礼的时候你也要哭成这样吗？小姐，让您看笑话了。感谢您帮我们完成这场特别的求婚仪式。不客气，希望你们的遗憾已经得到弥补。莎莉斯特小姐，我为我刚才的固执道歉。不知能否再次邀您用餐，让我表达歉意？不用了，替我回绝母亲已经是最大的回报。祝您顺利，警察先生。
差点忘记，得去值班室换班了。尼尔，尼尔回来了，听说你今天抓到一个偷盗者，厉害啊！嗯，谢谢。怎么无精打采的？不像你啊！不炫耀自己如何应用守护庭根了？守护庭根是正经事业，说什么炫耀？你没有工作吗？该我值班了。如果你想继续值班，我也可以让给你。我还有案子需要分析。尼尔，你就这样对待同事啊？不眠者也不能一直不睡觉。哎，莎莉斯特小姐弹的是什么曲子啊？该问问莎莉斯特小姐。哎呀，别想了，尼尔，收拾桌子吧。莎莉斯特小姐很了解钢琴。哦，温蒂夫人说过，她是一名调音师。我能不能约？哎呀，算了，尼尔，算了，迟到2次也太过分了。莎莉斯特小姐已经足够礼貌了，你要反省。这是上次做木雕剩下的木块，钢琴也是木头做的。要不送一个小礼物吧，向莎莉斯特小姐表示歉意。哎，算了算了。可是，道歉应该不会太让人讨厌吧？就这么决定了。尼尔，拿出职业者的勇气，表达歉意，也是一个绅士应该做的。没错，这不算打扰，莎莉斯特小姐会理解的。送什么好呢？我还算擅长木雕，她会喜欢木雕吗？好痛！这也能削到手指？左边多来2刀，右边雕点什么？尼尔，尼尔，醒醒！几点了？我来换班了，你说呢？手上拿的什么？别藏着，你还会雕动物？哎，我看看，多可爱啊！好一只生动的钢琴。钢琴？有这么不像？还好还好，你要拿去送人吗？难道是女孩子？胡说什么？我下班了。邮差今天会来公司收件，去填寄件单吧。他会收下吗？该不会觉得我不守信用吧？希望别扔进垃圾桶。扔进垃圾桶也正常。妈妈放弃为我寻觅结婚对象后，早晨安静多了。莎莉，有你的包裹。难道是钢琴大师贝尔芬的签名杂志到了？这么快？木雕，谁寄来的？还有信。
说是一架钢琴，应该是一架钢琴，大概。莎莉斯特小姐，非常抱歉，这是我自己做的木雕钢琴，请您小心边缘的毛刺。用它作为赔礼可能有点粗糙，但请您相信，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只顾办案，2次忘记与您的约会，还麻烦您在餐厅帮我解围，绝非绅士所为。再次抱歉，既为失约，也为我的鲁莽。您十分优秀，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结婚对象。祝您幸福。什么叫找到更好的结婚对象？还寄来一个丑木雕？幸好他已经决定放弃，总算结束了。莎莉，不好了，你叔叔出事了。叔叔前段时间还说要来家里做客，还说要给你介绍一位新的相亲对象。谁能预料会有人当街行凶？哎呀，警局换了好几队警员跟进，都没能抓住凶手。婶婶呢？婶婶要怎么办？帮帮忙，夫人晕倒了。妈妈，我去帮忙。婶婶，请大家不要担心，我已经让夫人喝下了药水，她稍后就会醒来。谢谢您，先生。夫人太过伤心了，我们会好好照顾她。哎，这种事谁能轻易接受啊？莎莉斯特小姐，您的婶婶突然晕倒，我正好懂一些急救知识。谢谢。您怎么会在这里？我是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发生这种事，我真的很抱歉。警察不需要替罪犯的行为道歉。没错，凶手既然选择提刀向无辜者，就该做好被惩罚的准备。我向女神起誓，我会逮捕凶手。我相信您。我知道这很艰难，但请保重身体。我随时都在。谢谢。我总觉得，亲人的死亡就像步入冬天，带来连绵的寒冷。那春天呢？春天。冬天过后，不就是春天吗？妈妈说凶手被抓了，尼尔先生是最大的功臣，他成功了。上次的木雕还在抽屉里，摆出来看看。好像也没那么丑，准备回礼吧。只是回礼。尼尔先生，我很喜欢您上次寄来的礼物，谢谢您。这架木雕钢琴或许制作粗糙，却正好适合摆在我的书桌上。听闻您在葬礼后不眠不休，成功逮捕了凶手，感谢您的付出。毋庸置疑，您是一名优秀的警察，请不要因为旁人的评价与压力改变初心。随信附上台历回礼，您可以记录重要的事。祝您工作顺利，永不迟到。
尼尔先生的回信，今天该到了吧？莎莉斯特小姐，最近还好吗？很高兴您能喜欢木雕钢琴。我能逮捕凶手，得益于同事的帮助和您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守护廷根。诚如您在葬礼上所言，冬天太过寒冷，所以为了能在春天重逢，我们会努力生活，走出离别的阴霾。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和我交个朋友？我认为我们会有话可说。您寄来的礼物我会好好使用，保证不忘记重要的日子，请放心。祝您工作顺利。为了在春天重逢，这不是很会说话吗？怎么还有一张纸？最近很有名的那首诗，只抄了一半。难道不小心把草稿纸寄过来了？我就勉强约他去紫藤花廊走走，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话可说。来得这么早，尼尔先生，你到得真早。早安，莎莉斯特小姐。请不要调侃我。那就开始散步吧。怎么了？其实，我带来了一份见面礼，请问您愿意接受吗？女神啊，只是送一份礼物，她怎么说的像求婚？麻烦您伸出右手。好的。这么隆重？一份乐谱？我得知您喜欢音乐，尤其是这首钢琴曲，所以趁这般间隙抄下了这份琴谱，希望能证明我并非蔑视艺术的人。我并不是探听您的隐私。您使用的纸张是警局专用纸，音符形状别扭，乐谱格式奇特，就像一份报告书。您耳朵红了？没有。我会好好珍藏。今天天气真好，总觉得适合在长椅上看书。您喜欢看书？看不出来吗？经常有人说，我看起来更擅长球类运动。看得出来，您的朋友们擅长胡说。有一个字，每个人见了都会念错，您知道是什么字吗？什么字？错。这是一个笑话。不好笑吗？下次还有机会见面吗？你还想和我见面？我想，我很期待和您在不同的地方见面，谈论音乐、书籍，或者其他。我是说，什么都好，只要能和您一起。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和我？好啊。什么？我还没说。下次一起去听音乐会吧。如果你能保证不睡着的话。
你弹的真好听。是你手抄的那首曲子。听起来就像春天来了。莎莉，你好点了吗？今天也没发现正规且有效的仪式魔法。不行，要振作。一直忙着找治疗莎莉的方法，现在必须整理一下了。尼尔，你回来了吗？我回来了。在写什么？没什么，只是记录一些开支。今天的工作顺利吗？当然。那怎么还闷闷不乐？我很好，还新学了几句玩笑。我是一名警察，官方的猎犬，你不能和我说话。为什么？因为猎犬不会说话。看来你说笑话的能力还要继续精进。别担心，春天就快来了。即使要经历冬天，抱歉。记得吗？我的琴声曾帮你解决了咖啡厅的麻烦。来吧，再听一首曲子。希望它依然能给你带来力量。尼尔，你在听吗？我在听。尼尔，我在。莎莉，我没事。这个没用。那个没用。到底什么有用？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我是非凡者，我必须尝试新的仪式魔法。什么掉下来了？这是莎莉刚才写的东西。
沙利斯特，沙利斯特，沙利斯特！弗莱，他坐着睡着了，需不需要来一杯手磨咖啡清醒一下？感谢你没有泼我咖啡，罗珊。弗莱队长，你来了。欢迎。恭喜回神！弗莱告诉我你是来喝咖啡的，我已经准备好了，走吧。你刚才在想什么？怎么叫也叫不醒。我好像做了一个梦，在梦里见证了尼尔先生与莎莉斯特小姐的过往。那是一个本该美好，却戛然而止的故事。他们后来……对了，弗莱队长，你叫我过来只是为了喝咖啡，真的没有任务吗？有时候，大家抽空坐在一起，喝咖啡聊天，这就很好。比如现在，你想聊聊去世的莎莉斯特小姐吗？莎莉斯特小姐真的因为疾病？那年春天来临前，他们即将订婚，一场猛烈的肺病，却向她带去了女神的神果。在很多年后，为复活莎莉斯特，老尼尔接受了隐匿贤者的灌输。他积攒自己的鲜血，尝试启动生命炼成和复活仪式，却因此失控，变成了怪物。直到最后，尼尔先生也没想过伤害任何人。咖啡是老尼尔推荐的口味，尝尝看。清爽微涩的风味，就像春天。你见到的画面，或许是老尼尔心中最珍贵的回忆。痛苦、悲伤的过往，都随着琴声飘散了。真希望见到一个美满的。尼尔先生当年的物品还在吗？文献库内储存着在他家发现的物品，一起看看吧。这是莎莉斯特小姐留下的信件。
亲爱的尼尔，我曾认为，死亡就像步入冬天，是你告诉我，冬天过后将会迎来春天，死亡是暂时的离别。但我猜，你刻意选择了遗忘这句话，对吧？你一定不听劝阻和安慰，花光工资，翻阅无数书籍，只想来到我的身边。可是尼尔，我只是脚步快了一些，你要等一等，再等一等。在你认识更多朋友，抓住更多坏人，守护更多次停更后，你就追上我了。在此之前，勇敢的生活吧。还是舍不得放下吗？那么当你读到这里，就打开留声机，播放我们喜欢的曲子，想象一个淡绿色的春天，白鸽成群，花朵芬芳。教堂的钟声已经响起，我穿上洁白的婚纱，呼唤你的名字。来，拉住我的手，我们一步一步走过草坪，走到亲友之间。我会等待那个必然的春天。莎莉，准备婚礼太累了吗？怎么在花丛里打瞌睡？我做了一个梦。傻瓜，不管你梦见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该去宣誓了。走吧。气场呈现暗色，陌生的女士，你因为什么而悲伤？你能看见我？你会出现在这里，一定有特别的理由。我是来道别的。我们似乎总在不断道别，不论舍得，不论舍不得。来吧，来参加我的婚礼。鼓掌，吟诗，痛痛快快的道别。而我也该走向我的春天，继续我的相会与离别了。不论贫穷或是富贵，不论健康或是疾病，我将一生忠于你，尊敬你，陪伴你。死亡也无法。
将你我分离。我也想见证那场没能举办的婚礼。我们都看到了。回去坐着聊吧。你刚才说我们都看到了那场婚礼？是的。阅读信件时，我好像真的参加了一场婚礼，有白鸽，有鲜花，过去的朋友都在，我们也都在，所有人都在。相爱的人们聚在一起，共赴一个春天。可惜，不，我是说，那太美好，可惜我不能。不对。是他没有，不对。咖啡很美味，和几年前的味道一样，对吗？当然。春夜沙龙，一个贵族死在那里，死因还这么特别，难道是非凡事件？总之，先去春夜沙龙看看。夫人，让我亲吻您的脚趾，让我成为您裙下的尘土。我愿意为您吞下1000根银针，只祈求您的垂怜。我才是您最忠诚的奴仆。我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只为多看您一眼。里面到底在干什么？听起来不太正常。在偷听吗，年轻人？抱歉，您是春夜沙龙的主人，你可以叫我维拉夫人。你好，我是阿霍瓦郡警察厅的警员。关于史蒂芬男爵的案件，我需要了解一些情况。那名可怜的男爵，也是被爱情杀死的呢。爱情啊，是这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而春夜沙龙一直在贩卖这种危险。一丝灵性的波动，他也是非凡者，希望不是敌人。这里不简单，得小心行事。进来吧，我保证你也会爱上这种危险。我的女神，我唯一的爱，
我愿意把我的全部财产都献给您。看我，求求你看我一眼！我已经写了1000首情诗，每一首都在歌颂您的美。这些鲜花也因您的美而自惭形秽，黯然枯萎，就像我的心。我写了遗书，如果今晚您还不回应我，我就追随您到画中的世界。你也为他着迷吧？他是谁？一位充满魅力的夫人，就连早年的罗塞尔大帝也为他神魂颠倒。罗塞尔和他？传闻罗塞尔是个不折不扣的收藏家。他曾说过：“我能抗拒一切，除了美女的诱惑。”他怎么这么……他曾经在议会厅里给刚认识的女仆写情诗，甚至还在宫廷里当着贵族的面与他的妻子调情。但即使这样的罗塞尔，在他面前，也只能俯首称臣。和罗塞尔有关的女士，不可抗拒的魅力，难道……怎么不知不觉就说出了这句话？确实是魔女才有的能力，我需要仔细调查这幅画。画上散发的这种气息，应该是一种污染。果然，这不是普通的油画，这是……是谁在说话？不，污染还没有彻底消失，画的深处还藏着什么东西。别抗拒，他在等你。不，这是哪里？头好晕。陛下，您需要提神吗？这里有一瓶醒神花露。陛下，您没事吧？您刚才看画看得太入神了。陛下，你在叫我？是的，罗塞尔陛下。今天是举办国家艺术沙龙的日子，展品们都在等待您的鉴赏。罗塞尔，我变成了罗塞尔大帝？不，这应该是画中的幻象。我被困在了画里。可恶，下面应该怎么办？说起来，那个引我进来的声音，画里的夫人，应该就藏在这个世界的某处。解决它，就能离开这里。目前只能这样做了。可是，我应该怎么找到他呢？我现在充当着罗塞尔的角色，按照他的逻辑行事，应该就能找到那位夫人。维拉夫人说，罗塞尔大帝风流成性。陛下，您难得变装出巡，是这次的艺术展览不合心意吗？哦，没有。我想自己转转，你们先走吧。
里也有好多油画。陛下今天有点奇怪。又是油画。画里这些是拉姆齐的画，他是王室的御用画师，罗塞尔大帝的卧房里就挂着他的画。看来，成为罗塞尔大帝之后，我获得了一些他的学识。愚蠢，竟敢污蔑我的收藏！拉姆齐擅长用破碎的笔触营造雾气的流动感，但是您看，这幅画下笔规整，像是在模仿记忆中的印象，而非捕捉瞬间的朦胧。哼，现在什么人都敢妄谈艺术。罗塞尔大帝说过，真正的金子不怕火的考验，真正的艺术品也不畏惧任何人的品鉴。是我的错觉吗？这位女士似乎在看向我。是时候展现罗塞尔的魅力了。少摆出这副做作的样子，我可不是那些怜香惜玉的蠢人。这确实不是拉姆齐的作品。另外，请原谅我的冒昧，女士。陛下的原话是：“真正的金子不怕火的锤炼。”感谢您的指正。看来我在背诵陛下的格言时还不够用心。我想他不会介意这点，毕竟这个错误同您一样美丽。够了！你们两个合起伙来羞辱我！把他们给我扔下去！现在是变装出巡，不能暴露身份，不堪一击。哼！那位美丽的女士呢？这是一块香帕。是刚才那位女士留下的，帕子上还残留着她的玫瑰香气。如果是罗塞尔大帝，此时他会怎么做？罗塞尔大帝不会错过任何一位美女，我得去寻觅他的芳踪。他往这边走了。啊，在找我吗？女士，您忘了您的手帕。啊，是吗？我没有注意到。不过，既然您这么有心，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如何？也许我们能再见面。回答我，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这意思是，我选择哪个答案，就要去和它对应的方向。这就是你的答案？有趣，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还记得我的眼瞳是什么颜色吗？你有没有好好的看过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看清楚。我的眼瞳到底是什么颜色？下次
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了。逗逗你的，接下来我们再大胆一点。你更恐惧失去哪样感官？听不见了？那便永远记住我的声音吧。你渴望的不止这些，对吧？如果爱情总是伴随伤痛，你更希望受伤的是自己还是对方？喜欢玩点不一样的吗？既然喜欢追求刺激，那就让我们贯彻到底。真可惜，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给你一个机会，你想离开这里吗？多么诚实的贪婪，我喜欢。接下来，请好好的跟着我，在堕落中享受绝对的欢愉。终于出来了，前面是……你换了身衣服，好看吗？想让您看到不一样的我。陛下，您来的比我预想的要快，能一眼辨别出王室化身拉姆齐作品的真假，并且毫不费力地打倒了好几个序列8的高手。放眼整个印第斯，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聪明的女士，您的手帕物归原主。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卢娜，叫我卢娜。就像月亮属于天空，今晚的卢娜属于您。是的，酒精给的勇气，不然我怎么敢这样看着您？像一只飞蛾看着火焰，明知会被灼伤，却忍不住靠近。陛下，您知道您有多危险吗？天哪，为什么心跳得这么快？冷静，我只是在扮演罗塞尔。在沙龙里，我以为你是个纯真的艺术爱好者。那是白天的我，清醒的我，克制的我。但现在，酒精让我诚实。夜晚的我，想要别的东西。只要你
您的手好烫，还是我太烫了？天哪！我做了什么？这里太热了，我需要去露台透透气。不，给我一点时间，我需要冷静一下。一杯酒就好，我保证。啊，他走了。该死，罗塞尔这家伙的身体反应也太诚实了，确实是个可爱的女人。她会是让大地臣服的那个魔女吗？等着也是无聊，不如去要杯酒。给我来一杯红葡萄酒。好的，您的红葡萄酒。另外，这是一位女士让我转交给您的。一封信笺，落款是卢娜，她人呢？那名黑裙女士已经离开了。什么？真是个狡猾的女人。但该死的，她成功勾起了我作为罗塞尔大帝的兴趣。3天后见，卢娜小姐。就是这里了，卢娜应该在等着我。卢娜，别再躲着我了。有人，过去看看。兰斯特公爵，您弄疼我了。疼？你让我心如刀绞，现在却说我弄疼了你。我可以给你一切，公爵夫人的位置，所有财富。您有家室了，我不想做那样的女人。我会处理好一切，你只需要说愿意。放开我，求你了。放开他，兰斯特。陛下，恕我直言，陛下，您不过也是他众多玩物中的一个。兰斯特公爵，请您不要。真是个可怜的男人。不过，他说的是真的吗？您也觉得我是个轻浮的女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知道真相。真相就是，我是个寡妇，陛下。我的丈夫3年前去世了。从那之后，男人们都觉得我是容易得手的猎物。兰斯特公爵、索顿公爵、米勒子爵，他们送来昂贵的礼物，在各种场合纠缠我。所以那晚的吻，只是为了摆脱他们？不是的，那个吻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你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囚禁确实给了我勇气，让我做了这辈子最疯狂的事，当着所有人的面吻您，然后像个懦夫一样逃走。还有那封信，
年来品尝完整的我。天哪，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话？这几天，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这个约定。但与此同时，内心那个疯狂的、冲动的我，却在期待今晚再次见到您，再次触碰您。我一定是疯了。陛下，嘘，不要说话。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温柔？您是罗塞尔大帝，整个王国最尊贵的人，而我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寡妇。不敢想象人们会怎么编排您。原来他是在担心我。听着，露娜，我是罗塞尔·古斯塔夫，我征服过王国，改变过历史，而现在，我只想征服你的心。我的心？您真的不明白吗，陛下？3天前，那个吻，我的心在那一刻已经被您征服。现在，该征服我的全部了。跟我来，陛下。去哪儿？去实现那封信里的承诺。跑得真快，空气中还残留着他的玫瑰香气。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征服者。这个女人真是……不行，我怎么开始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知道吗？那晚之后，我把沾着您气息的手帕藏在了枕头下面。每晚都在。每晚。我就像个思春的少女，别停下，过来，还有其他秘密要告诉你。再告诉您一个秘密，那晚吻了您之后，我一个人又喝了3杯温热的酒，为了庆祝，为了回味您唇上的温度。好像又有些醉了，您会陪我一起醉吗？其实，我丈夫去世后，我一度以为自己的心也死了。您让我知道，我的心还活着，感受到了吗？它在为您跳动。心跳得更快了，你想继续听听吗？还有一件事，其实写那封信时，我的手一直在颤抖，紧张、兴奋，光是想象您读信时的表情，我就浑身发热。还有很多不敢寄出的信，等着您来一起拆开。最后一个秘密，说吧。这3天，我每晚都梦到您，梦到您的声音，您的手，还有更多。今晚，让梦成真，好吗？我发誓，一切都是为了任务。
昨晚真是，昨晚你真美。只是昨晚，现在更美。让我看看晨光中的你。怎么了，我的陛下？你的脸，被您看到了真正的我。你到底是什么？一位曾经是男人的魔女。所以我昨晚是和罗塞尔。你的品味也太……怎么了，陛下？爱情是不分性别的。昨晚您不是很享受吗？别再叫我陛下了！该死，我差点忘了，我的任务是找到并消灭你这个魔女。真可惜，昨晚的您可比清醒时有趣多了。我给了您极致的欢愉，您却要杀我。我还想再体验一次那种感觉。我喜欢诚实面对自己欲望的人。不，我不能再沉沦下去了。没想到是如此的无情。请继续在这欢愉中沉醉吧，陛下。别急着走，再陪我一会儿。您弄疼我了。没盖我，您逃不了。我不允许。您的心跳在收缩，找到了。您的情绪由我来牵动。Will托 Nitro。我的，都是我的，凭什么？Will托 Nitro。这些男人都说爱我，都想得到我，最后你也说喜欢我，让我看看和他们我喜欢哪里不一样？对，就是这样。你可再陪你，我真的很不一样，比他们都狠都强。现在留下来陪我吧，永远。我有错，你错。您赢了，但您永远忘不了昨晚的滋味。
起来，这幅画像就是污染的来源。结束了。魔女的滋味真不错。罗塞尔，你还真是个混蛋。我回来了。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好像做了个很长的梦。污染清除，大家也都恢复正常了。不过，维拉夫人呢？逃走了。哼，他果然另有目的。算了，先回去向弗莱队长汇报吧。你回来了，污染清除了？是的，已经处理完毕。你看起来有些憔悴，里面发生了什么？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罗塞尔大帝的知识。什么知识？您最好不要知道。对了，队长。春夜沙龙的主人维拉夫人，她可能是个非凡者。维拉夫人，污染清除后，她就消失了。我怀疑她一直在利用那些被污染影响的人。魔女途径的非凡者吗？我会让人调查的。你做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你需要好好睡一觉。恐怕很长时间，我都睡不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紧张。
远风暴与你我。尸体应当享受安宁，而你马上也会拥有了。你说，你说。我也说，你说。我给过你机会了，但是现在只能留下自己灵魂的废品。我也说，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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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托尼托。维托尼托。Nit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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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市调查，这是什么？去看看吧，就是这里了。你就是那个刚加入黑金级的新人？是的。你是？西家。是队长让你来的吗？教会遗失了一件重要物品，据线索，它可能流入了黑市。它最后出现的地点就是这里，一家制铅厂。准备好的话，就一同出发吧。
我们先找线索，别惊动这里的人。明白，交给我吧。尸体说话了，全都死了，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不想死，别杀我！无法交流，他疯了，是被什么恐怖的东西吓坏了吗？事情已经很清晰了，这里是个黑市交易点，有非凡者介入了这起案件。线索搜集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要更加谨慎。糟糕，我们被发现了，他们想销毁证据，敌人太多了，怎么办？我来用仪式法阵召唤灵界生物，协助我吸取附近的灵力，维持法阵的灵力来源，召唤灵界生物。结束了，但案件主谋到底在哪里？刚才我看到有人在混乱中逃走了，他们逃往的方向是金秋湖。果然，这里有强烈的灵性波动，他们来过这里。但是这里的灵性痕迹混乱，敌人故意留下了混淆的信息，想要阻碍追踪。足够了，你是一个敏捷的信息捕手。可怕的灵性波动，那个人到底想做什么？准备好，接下来看到的可能会是个失控疯狂的怪物。不知死活的家伙们，请照耀这里吧，惊心的光芒，吞噬这些家伙，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一样成为尸体吧！终于结束了。看了。第20次了，希望新生者能走得更远一点。生日。刚才那个小女孩呢？这是哪里？第20次又失败了，意外状况实在太多了。这次的笔记有问题，新生者因他的诅咒而自杀。没关系，还有希望。第21次尝试，重新开始。破坏意识的人，破坏意识的人。这些声音像是从湖心传来的。记住，你不是邪神自死，不要忘记，不要屈服。不是堕落的肉身。
这又是什么？噩梦中污染的象征。这不是信射，这是污染，我拒绝。Wait for heat。Technos. Můžem svůj kumen plusat. Zídek noviat. 这一次，终于成功了。第20次了，希望新生者能走得更远一点。伤势。刚才那个小女孩呢？这是哪里？第20次又失败了，意外状况实在太多了。这次的笔记有问题，
继生者因他的诅咒而自杀。没关系，还有希望。第21次尝试，重新开始。生世，快过来吧，生日礼物准备好了。哥哥喊我啦，小羊乖乖睡觉，等会儿再来陪你。头好痛。刚才那个小女孩呢？破坏意识的人，破坏意识的人。这些声音像是从湖心传来的。记住，你不是邪神子嗣，不要忘记，不要屈服。这是什么？噩梦中污染的象征。不是邪神，这是巫山，我拒绝。We Fahik。Deknas Mujas Recomembrance de Deknovias
这一次终于成功了。刚才这里响应了我的想法，我似乎可以利用这片空间，好厉害！你是鲁恩人吧？你可以加入黑夜女神教会、风暴之主教会，或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获得成为非凡者的机会。我知道，但成为官方非凡者就会失去自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哪有不付出代价就成为非凡者的？不过，我手上其实有2份序列9的魔药配方。真的？是哪2份？水手和观众。序列9，魔药配方，水手和观众。非凡者是指拥有非凡能力的人。水手和观众。那我要用什么来交换配方？鬼杀的血，至少100毫升。如果我能拿到，应该怎么给你？又怎么保证魔药配方的真实性？我会给你一个地址。至于保证，我想，如果有这位神秘阁下的见证，你和我都会足够放心。阁下，您能拉我们来到这里，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伟力。您做的见证，不管是我还是他，都不敢违背。对，阁下，请您做我们交易的见证。我也不知道配方或材料是不是真的呀，但这可能跟我的穿越有关。阁下，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在这种地方总不能用真名。对了，你们可以称呼我愚者。尊敬的愚者先生，请允许我冒昧恳求，您可以做我们交易的见证吗？一件小事。这是我们的荣幸，愚者先生。从未听说过的名号，似乎隐含着可怕的隐秘与力量。您是愚者先生，来自塔罗牌。那作为一个定期的、长期的、隐秘的聚会，称号得尽量一致。我也从塔罗牌里挑吧。决定了，我的称号是正义。愚者先生究竟是哪一位？这样威严又和善的存在。我选倒吊人。好的，那我们就算是塔罗会的创始成员了，没问题吧，愚者先生？这种小事，你们可以自己拿主意。谢谢。这位小姐真是主动，参与这样的隐秘组织，对我们都有利有弊。处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在这片灰雾空间里交流信息。网络交友平台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头有些痛，感觉要撑不住了。好了，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吧。遵从您的意志。遵从您的意志。让我们期待下次的聚会吧。Dion prosenically told.
House Kotoni, the Gumbo Desert Elgin. Dimogeni Deknoviet of the Gurk Nestu. Digeloni Fasik Valley. Kuharson Fortuna.谁？谁在那儿？你们可以称呼我愚者。伟大的愚者先生也曾在这里生活。糟糕的天气总是没完没了。还有几批货，完不完都别停工。希望这场雨没有给您带来不便。当然，我淋不到一滴雨。现在吹响我，戴笠！小家伙们，让我最后和你们一起再守护一次停根，就像以前那样。我想起来了，我最后的执念，我微不足道的私心。
是想陪我的小阿诺德唱完那首歌。封印物3116夜莺女神，本体是一件灵智夜莺少女，以灵性驱动后会发出夜莺鸣唱般的声音。你的歌声可以驱散所有负面影响，同时让人感到内心愉悦舒适，像是刚做过一场美梦。卡罗队长，你还是这么温柔。真是没有丝毫攻击性的封印物，所以请告诉我，现在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黑夜女神教会的廷根总部，虔诚信徒所向往的神圣之地，因圣徒塞琳娜而获名，因信仰而伫立。如此崇高，如此纯净，如此神圣。太巧了，飞艇来了，快看天上！戏剧节开幕当天，巨幅画像会被悬挂在飞艇上。当大地的画像在空中展开，廷根将迎来最狂热的时刻。这就是飞艇。真是个神奇的时代。坐落于廷根东侧的大学城，廷根大学与霍伊大学并列于此，让这座城市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年轻的学子们追求知识，汲取进步的时代理念，无尽的青春热情催生出了无数飞扬的故事。位于廷根市中心的地标性广场，因此得名中央广场。广场连接着多条主干道，人们可以由此通往火车站、经梧桐大道、大学城等重要地点。川流不息的马车会将廷根的未来带向更远的地方。圣塞琳娜教堂不远处的小巷，紫藤花四季盛放。人们来此度过闲暇时光，花房为人们包装花束，递送祝福。黑荆棘的职业者们常常来此散步，花香会给予他们安宁的拥抱。
无论如何，我必须战胜你，不能向邪神屈服。啊！烈火 N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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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艳的那一。
别想跑！